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透过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我们今天来到了南投县立田径场，要来看到的是田径赛程第2天的比赛。我是今天的主播蔡怡景，非常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田径协会的副秘书长刘富福教练来担任我们今天的赛评。教练你好。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南投的天气其实也还蛮不错，跟昨天差不多，气温目前是在26度，早上稍微是有一点点的下雨不过今天到目前现在雨势感觉有稍微的比较缓和一点，那感觉应该对选手来说会是一个蛮凉爽蛮舒适的气候。那我们昨天已经看完了1天的赛事教练怎么看昨天选手们的表现呢？其实昨天所有选手的表现大致上来讲比往年都表现得更加的亮眼。那比较可惜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的智障的选手坐在椅子上面要绑的时间花费时间太长，像昨天一个3点钟的比赛的铅球9个人，总共比到6点20分比赛才结束。那时间的拖长，也就是我们可能在这边，我们可能要呼吁我们那么身心障碍全国的协会以后要训练工作人员，因为在国际的赛会要自己自备工作人员，然后到那边绑椅子的时间，你如果超过5分钟会被取消资格。像昨天早上我们看到一个男生，光他在那边绑的时间就花费掉至少40分钟的时间。那昨天整体来讲不管是在田赛的比赛、竞赛的比赛，选手都有比以往长足的进步，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点。没错，2年一度的全障运今年是来到了南投。那就像教练刚提到的，其实对许多的工作人员或是一些赛事承办单位来讲，都还是有许多需要学习跟来调整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今天也会随着比赛的过程再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在这个身心障碍赛事当中的一些分级的制度，然后也帮大家补充一些选手们的资料。那我们今天要率先来看到的是在听障选手400公尺的预赛。那其实我们在转播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分级上其实是可以看出不同选手他们的一些分级的组别。像在田径的部分最基本的一开始前面就会看到它的组别会有一个 T 或是 F。那如果是 T 的话，代表就是 track， 它是竞赛。那如果是 F 的话，代表的是 field， 也就是它是田赛的部分。所以光是从第一个字母其实就可以先去区别说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比赛是在哪一个环节。那另外在这个英文字母后面通常会有一个双位数字。第一个数字呢，也就是10位数的部分，其实就可以先去初步的去区分出这些选手他的一些障碍的分项像是如果它的开头是1的话，代表它的是视觉障碍；那如果是2的话是智能障碍；如果是3、4、5、6的话，则是肢体上的障碍。那也会根据它的一些障碍不同去做不同的这个分级。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在听障选手的部分。第5道桃园市李逢伟。那当然，目前在我们也听到那个报告人在介绍，目前是听障男子400公尺的预赛，它总共分为2组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是9个人，一定要分成2组来进行，因为决赛是8个人所以每个选手都要他再多跑一趟对选手来讲的话，有时候也是一个负担。在听障男子组400公尺的预赛会分为2组来进行，那会以计时的方式取前8名进入到后面的决赛。选手们已经就位，马上比赛就要准备开始。哇，犯规了！刚刚在这个第4跑道，桃园市的代表选手陈维凯
起跑的速度快了一点哦，有一点超前了哨声。对，这个在我们国内叫做偷跑，那在中国大陆叫做抢跑，就是你枪声还没有响之前你就跑出去。哦，那在正规的比赛里面，他一次犯规，他都要被取消资格。所以教练也在一旁赶快再来给一些叮咛。对听障的选手来讲哦，其实他们在许多的比赛，尤其是到了比较国际赛事上，也都会有一些其他的辅助来帮助他们，可能在这个鸣枪上能够比较好去辨别说到底什么时候正式开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本身篮球的裁判裁判员现在就到他前面跟他讲黄牌就是警告你下一次再犯规的话将会被取消资格。那在正规的比赛起跑违规一次就要被取消资格。现在我们看到我们的倒数箱里面后面都有黄牌红牌的一个牌子。好，所以4位选手要重新的就位，重新再来一次。可能有一点问题裁判请他们全部再起来一次。这对选手来讲其实影响也蛮大的。那我们看到裁判举的绿牌绿牌就是跟选手没有关系就是可能枪支可能在发令的时候没有响或其他的一个动作。好，所以现场的这个摄影机马上就捕捉到旁边的灯号。刚刚有提到，其实像是在听障奥运达芙林匹克运动会上，是会透过这个视觉辅助系统来帮助听障的选手们能够去辨别说什么时候比赛正式开始。对，那早期没有灯可以亮的时候，有时候就变成要看旗子。那事实上400公尺来讲，对身障的选手听障的选手来讲他不一定说一起跑就跑得很快了，因为他跟正规的选手来讲，他没有在练习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快，所以并不急着像刚才第一次跑到桃园的选手并不急着跑出去。对，今天第一组的4位选手，新北市的梁子琪、桃园市的陈威凯、桃园市的李逢维以及台南市的陈志龙，哇，开赛就遇到这样子，连续2次在起跑上都有出状况。这个在正规选手，我不晓得他们的状况怎么样。一般来讲，会心理上有一点会受到影响。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第3跑道那么梁子琪是在去年在上一届在台中那一届，他是在这个项目获得冠军。好，这一次的起跑没有问题了。来看一下听障男子组400公尺第一组的预赛。所以因为有预赛、决赛，所以如果教练有特别交代的话，就会跟选手讲，你如果进就可以保留一点实力不要把全部的力量都在预赛把它用完。现在看到的是在第6跑道的陈志龙，因为他是跑弯道，感觉上他是比较快其实应该是内道第3跑道会比较快一点。他过了弯道以后，我们马上看到，没错，过了弯道之后，梁子琪马上就追了上来。对，而且刚才看到陈志龙还稍微撇头看了一下后面选手们的进度，想看到梁子琪的领先非常的大，对他来说应该是可以轻松的在这一次的预赛来完成一个不错的成绩。对，很轻松。好，通过终点，新北市的选手梁子琪。哇，我们看到梁子琪这个成绩比他去年又更进步了刚才他是在预赛他并没有尽全力的来跑比他去年的上一届的成绩还要好。不过今年他真的很可惜，他今年碰到我们在下一组有一位国手叫做朱进哲要赢他的话不容易。他在上一届他是朱进哲是跑100、200、800、1500，他就跳过400，没有参加比赛，还有3000公尺，他全部在这几个项目尤其他是在长距离部分都拿冠军。这样也代表了这一次在
400公尺的决赛应该是会蛮有竞争、蛮有看头的。正常情况之下还是会朱敬哲比较好哦，他也曾经代表国家参加相当多次的一个比赛。可以看到梁子琪在整个配速上啊，还有他的摆幅上，其实都是非常的稳定。那在听障男子400公尺的全国纪录是由林正贤保持的50秒70，大会纪录的部分也是由林正贤所保持2012年的时候所创下的51秒16。那因为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到国外比赛的机会相当少，所以无形当中在我们每2年举办一次的运动会里面，他如果打破大会纪录，几乎就是打破全国纪录。那我们看到还是一样，第3道你可以看到名字的话，2个兄弟，梁子琪、梁佑琪，刚好兄弟俩都是在第3跑道来登场。对。400公尺预赛第2组，道次介绍，第3道新北市梁佑启。第4道桃园市黄国强，第5道台北市李建辉，第6道高雄市朱俊哲。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朱俊哲选手。听障男子组400公尺预赛第2组的5位选手，就定位马上要准备开始今天的预赛。领枪起跑，这次的起跑是没有问题的。来看一下5位选手的表现。所以在这2组里面要淘汰1位选手。预赛有9位选手参加，我们会取总共9位的选手，就分数在前8的能够进入到决赛。然后我们取8名选手晋级决赛。看一下现在在第6道的朱俊哲，感觉速度配速上也都还是蛮轻松的。对，而且他会更聪明，因为他参加的项目太多了，所以他会保留相当多的体力，然后来完成预赛。很从容的通过弯道之后，来到最后的直线，应该也不需要太用力的冲刺哦。对，已经拉开了一个蛮稳定的领先优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预赛的成绩并没有比第1组好，但是他可以，就是他是一个本身是一个选手出身，所以他了解我只要进就可以。没错。所以在第2组的预赛是由第6道代表高雄市出赛的朱俊哲，然后是以初步成绩57秒99，在这一组排在第1。肢体障碍女子组的 F42标枪决赛。其实在这个慢动作就可以看到，刚刚在右上角可以看到这个辅助的灯号。好，让我们把镜头转到跳远的赛场上。今天早上在跳远的部分率先来登场的是 T35 级跟 T36 级。那这边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分级上，T31到 T38 级是属于脑性麻痹的选手，那在 T31到34是坐姿来参赛的选手，也就是可能需要
这个轮椅的辅助。那如果是35到38的话，选手们是以站姿来参赛。所以像他落地的时候，他的手往后面，所以等一下裁判丈量会从他最接近起跳板的地方这是他刚才手落地的时候压到的地方。所以在今天跳远的部分T35级跟 T36级是一起来进行。T35级总共是有5位选手 ，T36级有3位选手。那其实，在看这个分级的部分我先来看一下画面上，目前登场的是新北市的选手吴威毅，重心有比较往前所以是能够以脚跟的位置来计算。对。而且他们一般落地要往前走，要往前走。在看这个田径的分级的时候，其实在同一个组别里面，当它的这个后面尾数数值越大，代表它的障碍程度是比较低的。对。所以以同样都是脑性麻痹的选手来讲 ，T35级跟 T36级来相比 ，T35级它的障碍程度就是比较大一点，那 T36级相对的就是它的这个障碍程度是比较低一些的。曾崇恩，新北市的选手，这一次跳得比较远成功的试跳，刚才看到裁判有举白旗。他应该没有踩板，他失败。因为他有规定要在板子前面，或者踩到板子，他已经跨到板子前面了。不，其实他这一跳算跳得蛮远的。确实是整个在板子的前面有多跨了一步所以刚裁判这边也进行了这个判决的修正，这次的试跳没有成功。接着登场是台中市的选手陈义玲，试跳应该是成功的。对，一般就像刚才主播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因为 T35比较严重，所以他的成绩可能只有到2米多一点点，或者1米多，所以1公尺多或者2公尺多一点点。在 T35级的全国纪录，同时也是大会纪录，是在上一届的全障运2022年111年的台中全障运，当时由这个台中市的选手郑坤宏，也就是我们下一位要来看到登场的选手，当时他的成绩是2公尺29。来看一下他这一次的试跳。他看起来就是比别人好一点。其实他在昨天的比赛，他的铅球又打破那么大会纪录。其实我刚才提到大会纪录几乎都是全国纪录。对。而且加上郑坤宏选手，其实身材上也是比较高挑一些。这样还是蛮占优势的，包括他在昨天投掷铅球的时候，因为你高度高，你那个角度出去的时候，可能就是落地会比较远一点。没错。下一位登场同样是 T35级的选手，是来自台北市的王家伟。选手加油！暂时领先的是代表高雄市吴怡蓉。试跳成功，不过距离上就比较可惜一些。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2年一度的盛会，刚刚也提到上一届是在台中来举行
对，那下一届是在新北市，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有一个问题，就是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可能要训练一些工作人员，这样在比赛过程当中才不会那么耽误很多的时间。接着继续来登场，要看到的是 T36级，这是桃园市的选手吴在天。成功的10跳，而且距离也还不错。对，所以他们的成绩会比 T35的成绩还要好。在 T36级的全国纪录也是在上一届的全障运所创下的，是下一位要接着登场的台南市选手陈柏仁，当时是有跳出3公尺46。来看一下陈柏仁这一次的试跳。距离也还不错，可惜是有他的板子了，所以这一次的成绩不算。再来看一次超越板子。下一位登场要看到的是高雄市的选手王敬福。比较可惜也是重心比较靠后所以最后落地的时候手有往后撑了一下。所以刚才我们对身心障碍选手比较不会要求那么多，他刚才有一点往回走正规比赛的选手往回走，裁判就会把他记起犯规。然后他刚才落地之后，手往后面还是要从他的手的部分。这个跳出去的重心掌握，其实真的还是在跳远比赛当中很重要的一环。接下来又回到T35级的比赛。新北市的选手吴威义。10跳没有问题。竞赛部分要进行的是 T203场4视觉障碍女子。接着是另一位的新北市选手曾崇恩。高姿介绍。也是起来之后有自己往后站了一下，这比较可惜不过跳得还不错。其实那时候他重心在前面的时候，人往前趴的话就比较没问题。他一站起来，重心不稳就往后面。继续登场是台中市的选手陈艺玲。那其实在转播的过程中，我们也都有提到这个在身心障碍比赛里面的分级其实在全世界的身心障碍比赛里面都会有这个体位分级师，这是有经过专业的训练跟考试之后来取得这个体位分级师执照的这些老师们来为选手们做鉴定。那其实在包括像是全障运比赛的过程中，也都会有体位分级师继续在场边观察着选手们的状态。那因为对许多的选手来讲，可能整个不管是身体或是可能在视觉等等不同的障碍程度上，也都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有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对，没有错。所以呢，都是要经过医师的一个鉴定，而且要医师本身也要这个执照。
所以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光是脑性麻痹的选手，在分级上其实就分的很多不同的层级了。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虽然距离比较近一点，不过感觉他在参加比赛的态度上是蛮乐观、蛮积极的。刚场边不太确定是不是他的教练还是队友，也很认真的帮他加油，还对旁边比了一个嘘，叫他的加油团小声。所以其实我们一直都非常鼓励身心障碍运动的身心障碍的朋友能够走出来。其实对许多的身心障碍朋友来讲透过运动，一方面是可能他在整个身体健康上能够获得一些增长，那另一部分当然也是能够为他在整个生活的重心或是自信上带来更多的帮助。对，其实现在在所有的运动中心里面，他们都可以去运动，而且他们都是属于免费的。T36级的选手吴在天，这次的距离也很不错虽然屁股是有稍微往后靠一点但是跳出去的摆幅是蛮不错的。这个重心如果能够再往前移一点成绩应该会很理想。我们看到大会纪录跑出手陈柏仁，台南市的选手。刚才因为超越线犯规，这次在要起跑之前也比较谨慎一点。他比较可惜，他都是一脚赛前一脚赛后，这样感觉在起跳的幅度上也是蛮谨慎的。再看一次，试跳是成功的。王敬福，高雄市的选手，这次试跳也没有问题。第35级跳远决赛，他目前接近要准备后3次的决赛。他占据第5的是台北市王家伟，0.92；占据第4的是台中市陈义文，1.32；占据第3新北市。那么今年的全障运总计是有全国21个县市，达到5578人的选手来参赛。那包括了16个运动种类，那这里面涵盖了包括像是肢体的障碍、智能、听觉还有视觉障碍不同类别的选手。继续来进行 T35级跳远的赛事，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选手吴威毅。竞赛项目要进行的是 T204视觉障碍女子400公尺第13级决赛。到此介绍，第3道宜兰县曾翠梅。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选手曾崇恩。这次跳的也蛮不错的。对。
而且起跳的距离其实都还有空间对，而起跳距离还蛮远的。对，稍微再往前一点再起跳，这个成绩应该又会再更提升了。台中市的选手陈艺玲，比较可惜超出了板子，看到裁判举起了红旗。再来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来，试跳没有问题。全障运的历史其实是可以回溯到民国83年，第一届是由高雄来承办。那不过一开始的名字还叫做这个残障国民运动会，那是到民国87年之后才更名为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但是以这个更早远的在身心障碍的全国性的赛事民国63年的时候，我就曾经有这个第一届的仁爱运动会，而且当时就是在南投来举办。第36级的吴在天，今天的状态感觉还蛮不错的，来看看他这一次的试跳。不错。所以那身心在目前我们讲身心障碍运动会，那么在国际包括我们本身国内的协会也都改为帕拉。那么我想在国际的比赛它都是跟着亚运跟奥运之后相隔1个月之后再来办这个比赛。今年2024年大家都知道暑假有这个巴黎奥运，巴黎奥运结束之后马上就会有巴黎帕运来登场。那同时我们昨天也得到一个信息，听障协会因为我们虽然身障，他听障他又另外弄一个协会，他要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办一个青年跟成年的世界级的比赛。没错，在台北来举行所以对我们许多的听障选手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舞台。我们知道过去台湾也曾经有承办过听障奥运，对，2009年的时候那一次办的也非常成功。那今年听障的这个青年世青跟这个成年的世锦赛也都来到了台湾，所以选手们能够以地主的身份很舒服的环境里面来参赛。龙敬福，所以听障里面包括我们目前台中市的许乐他也是100公尺世界纪录跑出12秒18的成绩。我相信在这一次的全障运应该也会有蛮多的观众特别要来关注一下许乐选手的状况。今年比较可惜在年初的时候是有出现伤势，所以他先前也在自己的社群媒体有提到，今年的全障运他在短距离上就不会参赛，那会比较着重在中距离的这个赛事上。那他最擅长的这个跨栏，可能还是要看他接下来腿部伤势的一个恢复情况。对，所以他昨天的100公尺就没有参赛，他昨天就跑1500公尺。喂，完成了这次的试跳。也是在起跳的空间上其实是稍微比较远一点，可以再更往前一点再来进行起跳，在整个脚步的这个掌握上可以再更向前一些。新北市的选手曾崇恩，可惜又往后走了一步。哇，对于这个落地之后的重心掌握，可能会是之后训练的一个重点对，因为跳出去的距离其实成绩都蛮好的。
如果说在整个重心上能够再更向前的话，而且刚看到这个起跳的，对，他起跳板呢都离起跳板有一点距离，相当可惜。这2个改进的话，真的可以跳得非常好。不要过，不要过，不要过，不要过！台中市的选手陈艺玲，试跳成功。只有脚尖轻轻的踩到了起跳板。不错，他还知道要量步点。一般身心障碍的选手对那个起跳点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田径的，尤其是国际赛事里面其实跳远的选手在比赛开始之前，通常都会稍微量一下自己的步伐。对，他会给他2个标记大会会准备给他2个标记。试跳是成功没有问题的。不过刚刚看到王家伟跳出去之后，好像有一点不太舒服。完全没有踩到这个起跳板。T36级的吴在天，距离也是蛮不错的。不过落地之后自己摇摇头，可能对这个成绩不是很满意看起来他们3位里面，他算是年纪稍微比较大一点的。对起跳的掌握是蛮不错的，刚好前脚掌的位置踩在起跳板。陈柏仁目前在 T36级的全国纪录保持人。这一次就比较不好。不过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有6次的机会，纵然你前3次都没有成绩的话，他也可以有后面还有3次的机会。不要过哦。谢谢谢谢，等一下再来看到 T36级第3位选手王敬福，距离也不错，不过失败，脚应该是超出了起跳板。多踩了一步好，镜头再转回到竞赛的部分，我们接着要来看到的是400公尺视障选手 B1， 也就是 T11级别的赛事。稍后会是5位选手要分成2组来进行比赛。那在视障选手的部分因为会需要这个陪跑员的帮助，所以在跑道的这个间隔上会比较大一点。
那稍后在视障男子组400公尺 T1 级别，总共会有5位选手分成2组来进行比赛，而且这是决赛哦。那会是以计时决赛的方式来进行，也就是2组的比赛进行完之后，会根据选手们所跑出来的时间来进行这个名次的排名。那稍后在这2组的选手当中第2组会在第5跑道登场的会是我们的这个帕运国手杨传辉。所以先来看到在视障 T11 组400公尺计时决赛的第1组，等一下稍后要由新北市的选手林信婷在第3跑道，以及云林县的选手沈博宏在第5跑道来登场。那其实昨天也有看到，在视障的这个竞赛的部分需要有陪跑员的一个帮助。那对视障选手来讲，其实跟陪跑员之间的默契真的是从训练中要不断的累积哦。那默契跟这个信任度都是非常的重要。对。其实我不晓得，那么国际的一个协会为什么会让那么正规比赛的选手跑外道？其实他这样跑起来，他是蛮吃亏的。他事实上这样跑下来，不止400公尺，他陪跑员是要，他变成陪跑员是跑内道参加的选手是跑外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么参加的选手，他反而有时候跑到另外一道。那如果按照正规比赛，他跑的距离就相对就比较多。那我不晓得国际为什么会有这个规定。那正规比赛的话，到了终点应该是陪跑员要稍微慢了一点，让正规比赛的选手先冲过终点。对。那现在也可以看到，在 T1 级别这个。视障等于是障碍程度最大的选手们，他们其实比赛的过程中是必须要佩戴眼罩或是这个眼贴。那因为其实对视障的选手来讲，有一些人可能还是会多少有一点这个可以感觉到光线或是些微的一点影像。那为了要确保说这个比赛的公平性所以会直接透过眼罩或是眼贴的方式，那让选手等于是在完全黑暗的一个状态中来进行比赛的。对，所以他们这个都是还是要经过再检查。206场次，视觉障碍男子400公尺 T12级决赛，到次介绍，第1道台中市林兴伟。报告员介绍出第3道现在站在第3道的应该是林信婷对，新北市林信婷。他的编号是3012，新北市的选手。那在第5道的是云林县的选手沈博宏。他的参赛编号是3028。其实对视障的选手来讲，在整个身体的重心平衡会是比赛中的一个很大的重点。大家其实在这个只要是安全的环境也都可以测试一下，把自己眼睛蒙起来的时候，其实在整个身体重心的掌握会变得非常的困难。对其实有时候我们如果前面10公尺放一个东西，我们把眼睛眯起来，你本来感觉说我走得很正，结果你走到前面就是歪掉了。没错，所以才会需要有陪跑员的一个帮助，让他们至少在方向的一个控制上是能够比较安全的。而且他们那个陪跑员那个绳子的绳带还是有一个规定那个长度。所以看到包括在第3道的林信婷，他的陪跑员也是特别把他的这个前脚稍微调整了一下，帮助选手能够在最好的位置准备起跑。鸣枪起跑。
视障男子组 T11级别400公尺计时决赛的第一组。计时决赛，本项比赛共有5位选手参加，第一组有2位选手，分别是第3道新北市林信婷，第5道代表云林县沈博宏。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看起来新北市这些选手不错保持58秒。从他们能够过就位蹲下去来做起跑，表示他们有受过正规的训练。那当然，刚才主播也提到了，比较好的是在第2组的杨川辉跟古坤泰。那我们也希望林信婷也能够以黑马的姿态，目前这样跑下来，成绩也不会很差，大概在1分10秒内左右。还没办法，还有一段距离。初步成绩是1分11秒76。对，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跟台北市的古坤泰2个有拼。那古坤泰这几年在其他的项目里面也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决赛部分肢体障碍男子组第36级，他目前也要进入第6次的决赛。其实现在不只是这个身心障碍的运动会另外其实国内有许多的这个路跑赛事，现在也都会有视障组的选手来参赛。所以其实现在对于这个视障选手的陪跑员，应该一般民众都觉得是逐渐的是越来越熟悉对，但是我们的身心障碍反而是跑的距离不长，反而现在很多都参加马拉松、半程马拉松。颁奖颁发肢体障碍女子标枪 F42级。这边就可以看到林欣婷的这个陪跑员非常的专业在最后的终点前。所以刚才裁判跟他警告，跟那个陪跑员警告，他后面就把绳子放掉。对，他的绳子其实不应该放掉，但确实是让选手先冲线了。如果在国际比赛的话，这个就已经被取消资格了，你就已经违规了。接着要继续来登场的是视障 T11组400公尺计时决赛的第2组。画面上现在照到的，在第5跑道的就是杨川辉，第3跑道的是桃园市的选手张瑞宏。那当然，杨川辉也是在这个级别最受到瞩目的选手，包括现在在这个全国纪录大会纪录也都是由他所保持。对，他保持了蛮多项的。那杨川辉过去在103年的台南全障运，曾经是有跑出58秒06的成绩，非常的快。所以也就是说10年前所以现在选手应该是慢慢像刚才的第1组的话，应该慢慢新陈代谢让一些年轻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再往前突破。不过我们在这一次的赛会里面，大部分还是老将的天下。像杨传辉现在33岁，那观众朋友们应该对他会比较熟悉一点毕竟他也参加了前2届的这个帕运，2016的里约跟2020，虽然是因为疫情所以延后到2021来举办。不过这个东京帕运的时候，他又是再度在跳远的部分是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那他的表现跟他对于这个竞技赛事的一个坚持毅力其实真的是感动了非常多人。对，所以我就说这几个老将，他们很多纪录都是由他们保持的。包括台北市的那么林忆莲还有雅婷他们都是好久的选手，也都曾经都是代表国家出赛。杨传辉小时候是因为这个急性视神经的萎缩，那让他在7岁的时候失去了视力。他的陪跑员李梦佳其实跟他也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是从他大学的时候认识，那也算是他的这个
不只是陪跑员，也算是教练的身份哦，台北市杨一直在陪伴着他训练。第7道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杨川辉其实之前也透过一些访问，是替他的陪跑员多讲讲话，认为其实在这个身心障碍领域里面，陪跑员的这个重视程度、获得的资源其实都还可以再提升。好，3位选手就位，稍后要准备来起跑。好，可以看到杨川辉是以这个跪姿的方式来准备起跑。对他们，所以就像刚才新比斯那位选手也是一样都是使用蹲踞式的起跑来这样。一般来讲，当然蹲踞式起跑起来的时候会比其他的选手还要快。尤其在100公尺的时候。视障400公尺第一组计时决赛的第2组也正式开始。杨川辉的速度非常的快，已经超越了外道的选手。古坤泰已经马上追过古坤泰那一组。第7道的是台北市的选手古坤泰。这几年下来真的是有备而来。虽然说年纪上已经来到33岁，但是还是非常的真的非常的漂亮。通过第2个弯道，古坤泰紧追在后。你看看陪跑员感觉上都有一点出力了那可见那个杨川辉真的跑得还蛮好的。来看到最后的直线冲刺，33岁的帕运国手杨川辉，在400公尺马上就要准备进入终点，来看一下他的成绩。通过终点，初步成绩59秒91。哇，相当接近那么相当接近他10年前的一个成绩，表示他一直在持续在练习刚才包括他的陪跑员感觉上都比他还要出力这个成绩是非常的好。第3跑道的张瑞宏，桃园市的选手也要准备回到终点。杨川辉其实昨天已经在100公尺的部分是拿到了第1名。昨天的成绩是12秒26，顺风只有0.2而已所以整体的状态感觉维持的真的蛮不错的对。第2名金文贤彩虹章，成绩4公尺29。不过在台北市来讲，他们对身心障碍朋友真的也非常的照顾。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恭喜选手，感谢颁奖人。好 ，T11级别的看完之后，来看 T12，同样也是视障的男子组400公尺的决赛。那在 T12的部分是5位选手来参赛，所以只会有1组直接来进行决赛。更正一下，在400公尺 T12级别，对，确实等下是会有5位选手分布在第1跑道、第3跑道、第5跑道和7、8跑道。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在这个视障男子400公尺 T12级别的全国纪录，是由我们刚刚在 T11级别看到的杨川辉，过去在101年的高雄全障运的时候所跑出的57秒94。这也是刚提到的，其实对于选手们的这个级别分类都还是会随着时间，随着这个体位分级师跟医生的一些鉴定，可能会稍微进行一点调整。那前面也提到，在级别的部分
同一个组别当中，当它的数值是越大，它的障碍程度是越低的。所以看到来到了 T12级别，其实选手们在整个外观上，看起来就并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的感觉，但是在视觉的这个程度上还是有一些的障碍。那 T13级别就会是在视障选手当中这个障碍程度最低的。所以视障的3个 T11、12、13三个级别当中，只会有11级别的选手是需要佩戴着眼罩或是眼贴的。12级决赛，我们有5位选手参加，共分为2组来进行。现在进行第1组的道次介绍。第1道台中市林兴伟，第3道桃园市张德霖，第5道新竹市刘玉伟。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所以在视障400公尺 T12级别还是要分为2个组别来进行比赛，5位选手，所以稍后第2组会剩下2位选手。现在要看到的分别是在第1跑道台中市的选手林兴伟，第3跑道是桃园市的选手张德霖，以及第5跑道新竹市的选手刘玉伟。刘玉伟在昨天的比赛也表现不错。起跑之后来看一下刘玉伟的速度其实非常的快，对，他昨天1500公尺也打破大会纪录。哇，状态感觉是相当的不错哦。我们也希望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出来的话，能够受到一些正规的训练，这样在整个成绩上面会有提升。在摆幅跟配速上都相当的稳定。新竹市的刘玉伟已经通过了第2个弯道，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桃园市新竹市刘玉伟，昨天在1500公尺拿下冠军的刘玉伟，加油！准备要进入终点，刘玉伟的初步成绩58秒77。58秒77，其实跟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杨创辉过去所缔造的57秒94已经蛮接近的。对啊，因为刘玉伟刚刚之前没有看过他出来比赛，那我感觉上他是有受到一点正规的训练，所以他在下一届比赛的话，不管是400、800、1500，应该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桃园市的选手张德霖也回到了终点。这个年纪也蛮大的。虽然在体能上可能没办法跟年轻小将来比拼，但是这个心态跟态度上是不变的。其实不管是在视觉障碍或是听觉障碍许多的教练都有提过说，有些选手他可能因为缺少了一部分的这个身体感知，他反而在一些可能像是专注度或是训练上的一些细节的重视度反而能够更高。对。林建宏，那占据第3的是桃园市林宽章，4公尺93。
暂居第2，台南市陈柏元5公尺26，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台南市吴正友。那么还有台中市2名选手要进行比赛，林建侯跟欧明燕选手加油。接着要继续来看到视觉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12组的决赛第2组。视觉障碍男子400公尺 T12级的计时决赛，到此介绍。第3道代表台中市张少豪，台中市的选手张第5少豪道，高雄市施全佑。在第5道的是高雄市的选手施全佑，同样是以计时决赛的方式来排名次哦。所以400公尺1圈的距离，选手们都必须要用尽全力。来看到施全佑是选择用起跑架，鸣枪起跑。两位选手的速度都还蛮不错的，通过了第1个弯道。哇，看到台中市对台中市的选手张少豪进入直线之后，他的速度感觉是再往上提升了。现在要进入第2个弯道，也已经超越了施全佑。台中市的选手张少豪，来看一下最后的直线速度能不能够维持住。通过第2个弯道，最后的直线冲刺，也是在1分内可以来完成。最后的速度看能不能够坚持住，终点就在面前。最后的初步成绩59秒71，哇，其实非常的快啊。对。他去年上一届也表现得不错了。稍后要继续来登场的，同样是视觉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13级的决赛。那 T13级的部分是有3位选手来参赛，其中也包括了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保持人吴农斌。吴农斌在昨天也拿了跳高，还有其他几个项目的比赛也都相当的不错。他真的参加跑、跳、姿，都参加了。吴农斌在今年的全障运是要来拼这个大满贯哦，他是所有能比的项目他通通都参加了。在跑步的部分，100、200、400、800、1500都有参赛。那在跳步跟直步的部分跳远、3级跳、跳高、直步、铅球、铁饼、标枪、3铁，通通都有参赛。对，就像教练刚提到，昨天的成绩其实就已经很理想了。昨天是拿到了2金1银，包括了100公尺的金牌，那跟跳高的金牌。那在1500公尺的部分是收下了银牌。他的3级跳远、标枪也都非常好。没错。那像这种选手，他不会去参加5项，因为5项只有1面金牌，所以他就像刚才主播提到，他会参加很多项目。可以一次南瓜多一点，为自己的这个县市多进账一点奖牌数。对。第4道新北市吴农斌，第6道台中市傅浩伦。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
我们吴农斌选手所保持的54秒26以及54秒18的成绩。所以这个记录就是不对。昨天我就有跟那个肾脏协会的那个陈额朵教授讲，他在上一届他就是跑出5418，所以他的大会记录就是5418，不是5426。所以他这个记录也是不对。昨天我就特别跟我们那个肾脏协会的陈额朵教授跟他提到这一点，他在上一届就打破这个记录了，对，所以这个记录是不对的。来看一下起跑，第4跑道的吴农斌是目前这个组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保持人哦，在上一届的全障运是跑出了54秒18的好成绩。我可以看到，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还是非常的理想，已经拉出了一段领先差距。选手以相当快的速度准备要进入第2个弯道。一个选手参加那么多项目，真的很辛苦在体能的控制上其实非常的重要体能的调配会是他在整个运动会里面很关键的元素。吴农斌通过第2个弯道，要进入到最后的直线。昨天已经进账了2金1银，看看今天的第一面金牌是不是这时候来诞生？有机会哦。来看一下他的成绩。53秒，54秒，差一点哇！55秒64，没有办法突破他上一届的54秒18。他上一届其实没有，就这一届真的参加非常多的项目。吴农斌他是因为这个黄斑部病变导致他的视力受损。那从高中的时候到台中的启明学校来就读，也是从高中的时候才开始投入田径的训练，在这个训练当中跟比赛当中来找到自信。吴农斌在大学的时候是就读东华大学的社会学系，那现在对他来讲除了一方面是这个视障国手之外，其实他在平常也是有担任这个视障选手的这个路跑陪跑员所以一方面是他自己在这个视障的障碍程度是稍微比较低一些所以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能力再去帮助其他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吴农斌在本届赛会的第3面金牌已经入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把镜头再转向田赛，来看一下铁饼的赛事。肢体障碍男子组 F42、F42 组别，在这一组是有5位选手来参赛。4位选手。最后检录的确实是4位选手，包括了基隆市的辜志正，另外还有桃园市的戴德次，台南市的张家祥以及陈家祥，抱歉，以及花莲县的梁泰龙。到此介绍第3道宜兰县林立清，第5道台中市张佩玲。这边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分级的部分刚有提到这个前面分级的英文字母 T 跟 F 分别代表的是 track 竞赛以及 field 田赛。那后面的双位数字呢，如果它的十位数字是4开头的，代表它是这个肢体的障碍；40到47级代表的是这个不同等级的肢体方面的障碍。那我们现在看到的42级，其实就是它在下肢的功能是有一些障碍的，但是42到44级的这个下肢功能障碍的选手，他们是不能够去穿戴下义肢。我指的是在竞赛的部分田赛是没有关系的。
那因为其实，在像是帕运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许多人还是会针对这个义肢的部分有一些争议。那包括说，其实，在义肢的加入之下，是不是能够在竞赛上让选手的速度变得更快？当初就是应该是意大利吧，那个叫做刀锋剑士，他的400公尺跑44秒，非常恐怖，43秒都是44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义肢的演进其实随着这个科技的进步，也是不断的在材质上，还有它的这个设计上有很多的变化。对，所以我们现在包括那么田径的钉鞋、跑鞋，包括有一些的厚度都有去做一个规定。对。台南市陈家祥以及花莲县。当然，在田赛的部分其实这个下义肢的部分对选手来说就只是一个支撑的辅助，在速度上当然是不会有这个明显的一个改变。像是在铁饼的比赛，对肢体障碍的选手来讲，也很考验他们如何去掌握这个把铁饼释放出去的位置跟时间对，刚才投掷的是花莲县的梁泰龙，那么现在接下来又到第2次的投掷是基隆市的辜之正。尊重一下嘛。丢出去的距离感觉蛮不错的。现在用光波来丈量就比较方便，比较快。第1名台北市杨川辉59秒90，再度蝉联这个项目的冠军。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16公尺68。刚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戴德次。17公尺17。那么接下来要投掷的陈家强，在昨天的铅球是打破全国纪录。来看一下陈家祥的成绩，看看有没有办法破纪录。纪录是2256，那么刚才2250几没有看它显示出来。网络看的话，应该就可以看得到他刚才投掷的成绩。可能要等一下这个大会更新一下现在的即时成绩3位选手其他另外3位选手成绩都是差不多，都是在16、17。那么刚才陈家祥那一次的投掷相当不错，大会纪录是22公尺56。
其实刚刚教练也提到了，在这个全国性或是大会性质的这些记录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个比较完善一点的系统去做一个统计跟整理。那其实台湾现在尤其田径的这个记录其实非常的多，所以其实国内的许多记录会感觉稍微比较杂一点全国性的记录其实在田径协会的网络上就可以查到。那不过有一些包括像是全运会啊、全大运、全中运等等的记录，其实网络上有的时候更新的这个比例就不太相同。有田径协会它的更新的比例还蛮快的，很多东西都可以，只要是田径正规的比赛，不管是全中运、全小运，还有大运会跟全国运动会，它都非常详细，资料都很齐全。所以就看看之后在这个身心障碍的赛事是不是能够也一起跟进其实这些记录一方面不只是比赛当中的一些亮点看点，对选手来讲当然也是会看到自己随着这个每一年或是每一次的赛会他的成绩的一个变化。所以我想在身心障碍协会这边的话，可能在记录还有各方面的资料的收集应该更多一点。来看一下陈家祥这一次的市值，哇，力量真的很大，失败出界了人跌倒，然后因为人跌倒的话，他如果从前半部的话就是犯规。因为一般投掷完要从后半部出来，所以他如果跌倒的时候刚好照前面的话，他就看一下，不小心就出来了，出来就犯规失败。哇，很可惜其实投出去的距离是蛮好的，但毕竟这个铁饼直出去的力量很大，所以带动身体的重心是会有一点转动刚重心没有办法站稳的情况下，居然是因为摔倒的关系让这次的成绩没有办法计算。铁饼这样晃的话就没办法投掷得很远。这铁饼这个项目，选手们应该在这个直出去的时候，手势上是要怎么样去调整，才能够有最好的一个效果呢？它其实要加上全身的力量，包括出手的时候，腰跟手的动作都要跟着出来。都要，然后那个角度要稍微高一点，不要压下来太平。所以透过一点仰角，对，要让他这个最后出去的距离是能够再更远一些其实我一直都很建议身心障碍运动的朋友可以到健身房去做一些那么肌力训练。因为现在国内只要是运动中心他们都是免费的。透过肌力训练、重量训练在一些肌肉的组成上能够再更提升，其实对他们在这个运动表现的帮助上也都会有影响。对。花莲县的选手梁泰荣，他的出手的动作是有点不对，他出手动作这样拉上来，应该是平的这样上来，所以他出手的动作是有一些缺失。用的成绩是18公尺08。第二名新北市陈崇恩，2公尺51获大会及全国第6。桃园市的戴德次。
17公尺88，比上一次退步1公尺99公分。肢体障碍男子组野饼部分 F42级决赛，那已经要进入后3次的决赛。那占据第4花莲县梁泰荣18公尺18，自禁区第3桃园市。看一下这次的距离。占据第2基隆市副镇上19公尺87，目前正式现在台南市的陈家祥22公尺59。这次进步还蛮多的。接着来看到台南市的陈家祥，来看一下这次的表现。这次我们看一下，看是有没有机会来破大围纪录。直出去的时候是蛮稳定的。对。但是记不过耶。跟他前面的成绩有点，这个开头到底是1还是2？现在在场上是花莲县的选手梁泰龙。梁泰龙刚的成绩是17公尺46。接着看到的是基隆市的选手辜志正。江磊有教吗？透过慢动作再看一次。21公尺28，
哦，刚这个第5次试值的成绩蛮不错的。陈家祥，颁奖颁发指定男子台比44级决赛。获得第3名，金门县的许慕远，成绩24公尺28。第2名，宜兰县的刘振明，成绩28公尺20。哦，因为这个如果这样看的话，应该是破大会纪录。 23公尺10哦。哦，那么大会纪录是28公尺56。所以还是稍微有一点差距哦，不过蛮不错的成绩。28公尺56哦，那么还是差一点。刚提到的这个大会纪录，同时也是全国纪录28公尺56，是在101年的高雄全障运，当时是由这个基隆市的选手刘以成所指出来的28公尺56。哦，那一年我刚好也去参加，那么身心障碍一个裁判的一个讲习。哦，因为裁判都是要取得，像田径协会，他是要取得证照。哦，譬如说C级、B 级、国家级。年仅15岁，应该也是我们未来在听障界的一枚新星。恭小要感谢局长大大的支持我们的运动，谢谢您，谢谢。戴德士这一次就没有那么理想。哦，刚才之前第5次直施21公尺28，那个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列在第2。第5次的市值就只有16公尺多哟。不过在田径的比赛跟一般过去观众朋友们可能看过的田径赛一样，都是看6次市值当中成绩最好的那一次来做计算。对。也应该是没有进步啦。刚才那么戴德士刚才投出的成绩，辜志正，感觉这次的力量好像并不是那么足够。成绩也都是退步。因为他前3次完了，他是按照成绩来排序。所以现在是辜家奖，所以第6名是基隆市的辜志正。他这个都有超过25公尺以上。看看会不会比上一次23还要好？怎么才？到此介绍，第4道台北市陈玉莲，第6道彰化县林真。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台北市陈玉莲选手所口出的1分11秒24的佳绩。再来第6次投掷了。画面上又到400公尺的比赛。画面上看到的是400公尺 T54级别的决赛。都是他们两个都分过1号名。那当然，台北市的陈玉莲他几乎在所有比赛几乎每个项目都拿到冠军。现在也是陈玉莲的速度比较快一点来自台北市的选手。
那另外在第6道的是彰化县的选手，肢体障碍女子400公尺及54级，在这个肢体障碍组51到57级别是需要借助轮椅的肢体障碍哦。100公尺也摘下了。其实陈玉莲在上一届又打破自己的大会纪录，原来也是他的大会纪录。在昨天拿下了多面的金牌。即将要迈向终点，台北市的选手陈玉莲，来看一下初没有步的停下来成绩。大概在1分11秒、12秒左右。其实跟他过去的这个全国纪录是蛮接近的。对，差不多就在那个成绩。因为那个码表那个没有停色，嘿。等一下看一下会不会排到现场的这个加油！成绩的看板。两个人还是一样相差大概在30秒左右，30秒超过。刚的成绩应该是1分11秒41。11秒41，跟他的过去的全国纪录非常的接对，近啊，非常的接近。所以蛮可惜的，对，差了一点。11秒24，那轮胎的话再快一点点就是又破纪录。他们每个县市都有时候都还有设破纪录奖金。讲到这个奖金，其实各个县市对这个身心障碍运动的一些资源的投入，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差异所以其实在各个县市对于这个身心障碍，不管是平时的这个一些生活机能、一些福利制度，或是在于这个体育竞赛上给予的一些资源，其实也都对选手们来讲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尤其对身心障碍选手来讲，其实很多人可能平时是有其他的工作，他并不是专职在这个运动竞技的赛场上。对，很多人他还是都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对于他们在训练上要维持一定的这个品质跟训练量，其实都是需要蛮多的帮助。7公尺02的成绩暂时领先。那还有我们的嘉义县陈宏凯。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1组的决赛。有2位选手参赛，嘉义县的林宜泰以及台北市的尤胜旭。那么大会纪录是由嘉义县的林宜泰所保持的。在 T31级的部分是脑性麻痹的选手，然后是为坐姿，也就是要借助轮椅来参赛。道字介绍：第3道嘉义县林宜泰，第5道台北市尤胜旭，第7道台中市刘富豪。那个尤胜旭，台北市。可以看到，在第5跑道的台北市选手尤胜旭，他现在方向是背对着起跑的方向，所以可能在训练上是有特别的设计他是反的。
同样是用脚，它一个是往后，一个是往前。对。男子400公尺第12期。再度邀请民间国小廖校长。如果两个很接近的话，这个画面也是非常的好看。摄影记者都在不及拍，还是林宜泰成绩比较好。马上就在弯道对顺利的超车哦。现在是林宜泰先拉出了领先。对，才在第一个弯道都还不到100公尺。两个的实力刚好相差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一个是可以用3分多，一个要到7分多。在早期100、200相当有名的我们的大学姐好，恭喜你拿下冠军。脑性麻痹是一个以肢体运动功能障碍为主的多重性的障碍。2位选手参加比赛，取1名来进行颁奖。那也会根据选手们他们的这个级别的不同，其实对他的生活机能还有他的运动表现的影响程度上，也都会有所差异。都保持3分03秒.49的成绩。林宜泰目前的时间来到2分出头，现在在第2个弯道。颁奖，现在颁发视觉障碍男子组400公尺第13级，那获得优秀的奖项。我们请。过去有林宜泰在这个级别所保持的全国纪录是3分03秒49，成绩55秒64，恭喜选手，也谢谢校长们颁发。那通过第2个弯道之后，准备进入最后的直线。今年的成绩就比较差了。可能要到接近4分那一边了，跟他原来的3分3秒49有一段差距。你可以看到林宜泰的双脚上其实也是贴满了肌贴。即便说是要借助轮椅的辅助，但是其实在他的腿部双腿的这个肌肉的发力上，仍然是有相当大的这个用力的程度。好，马上要通过终点。加一线的选手林宜泰3分37秒64，真的很累很辛苦。你看他这一直在吐气，所以我刚才提到了2个时间都会相差到一半以上。对台北市的选手尤胜旭来讲，因为是用背向的方式来前进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距离，应该说这个方向他也是要不断的向后看，然后稍微的去做修正跟调整。其实如果按照力学原理来讲的话，它用背向应该是会比前面的这样还快，因为是往这样推，用推的方式。对，当然这在年龄上也有差啦，那个肌力各方面，还有你要会调整，会控制你那个，那是因为其实顺着弯道跑道它有划线，其实在控制上如果能够再加强的话，应该如果年轻的朋友来做的话，应该会做得比较理想一点。不过对尤胜旭来讲，因为他只有
左脚能够使力。对他只用一脚，等于这样蛮吃亏的，一直从头到尾用那一脚在做的话，真的非常的吃力。一定要有时候会停下来稍微休息。要回到终点了。台北市的选手尤胜旭，真的还不错。顺利抵达了终点，完成了今天的比赛。其实在身心障碍的竞技运动层面，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这个帕运会。那其实帕运会最初会开始成立跟举行呢，也是在这个犹太医生，也就是帕运之父这个 Dr. Ludwig Gottman， 他当时为了帮助这个二战之后的一些受伤、脊髓有损伤的士兵们，让他们能够透过复健跟运动竞赛的方式来提升他们的信心跟生活的重心所以才举办了这个1948年的国际轮椅运动会。那后续呢也慢慢的衍生从原本都是只有轮椅运动，到开始有不同层级、不同类别的一些身心障碍的选手跟这个项目能够加入到比赛当中。那才慢慢的发展成在1960年第一届正式的这个帕运会当时是在罗马举办。那其实相信应该有部分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这个东京帕运的时候也都看过直播。那东京帕运的时候是台湾第一次电视上能够直接来看到这个帕运会的赛事直播，而且我们的选手们表现也都非常的出色。所以他改了帕运之后，我们的协会名称也都跟着改为帕运。帕运帕拉运动，对帕拉运。这边可以顺便科普一下，之所以我会一直讲帕运，有些人可能会想说，不是帕奥吗？其实是帕运才是对的，因为它的全名是帕拉林匹克运动会。那我们知道奥运的话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所以其实帕运的这个全名里面并没有奥这个字。好，所以大家以后要记得我们要讲的是帕运。接着要继续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2组级别的决赛。王君宏，第6道台中市何东如，第8道嘉义县黄建明。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彰化县黄建章选手保持5分51秒88的成绩。在 T32级别400公尺男子组的决赛现在鸣枪起跑，正式的开始，有4位选手来参赛。大会纪录保持者就在第6跑道。第2跑道的黄建章，彰化县的选手，在101年的高雄全障运当时是以5分51秒88来写下了全国间大会纪录。肢体障碍男子152级决赛
在肢体障碍的选手部分如果是需要用到轮椅来作为辅助的，其实这个轮椅不只是他们在生活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比赛过程中更是他们的这个利器。这个轮椅其实通常的花费的金额也都不低比赛的轮椅像前一年他们那些轮椅一台都要1-20万，真的很贵。那比赛轮椅，那一般的轮椅，所以如果你用一般的轮椅来参加比赛的话，是非常吃亏的。但是你如果不是非常优秀的选手，你要买那一台轮椅，真的又很难。对。其实透过现在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到两位选手的轮椅的材质跟它的这个设计是不太一样的。那包括它的这个除了主要的轮子之外，前面辅助的小轮子的大小它跟这个身体之间轮子之间的这个角度上的一些调整其实对每一位选手来讲，可能都是要根据他个人身体的一个障碍程度跟他适合的方式来做一些微调。看到在第6道的何东如，台中市的选手，其实现在速度是蛮快的，已经来到了第2个弯道。台中市作为上一届全障运的承办城市其实上一届的成绩是相当的理想。对。在第2道的这个纪录保持人黄建章，现在在第2个弯道的部分，速度也再追了上来。我更正一下，这个应该是王君宏，台中市的选手。所以下一届是由新北市来主办，我不晓得新北市真的在台中那一年他们的成绩真的非常好，也为了他们准备那一年，他们也购买了一些器材，所以像这一次包括南投这边也到其他几个县市借用一些器材，因为2年才办一次，那平常你有的县市根本没有机会来办这个运动会，所以都是会由那个不管是身心障碍协会还是其他的单项会来办。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台中市的王宏金比较好那么彰化县的黄建章这一次感觉上没有像上次那么好，还落在后面还在弯道的地方现在他们3位选手都已经进入到直道来了。台中市的选手王君宏目前暂时保持领先的优势。2位都是来自台中市的王君宏跟台中市的何东如。台中市近几年其实对整个身心障碍运动的投入，不管是在资源或是一些赛事举办的频率上，其实都是相当的重视。他们不光在这方面，他们目前在全民运动会，还有包括全国运动会，目前台中市真的在这一方面领先的选手已经要抵达终点，这个成绩是打破大会纪录的，4分39秒95，打破1分多钟1分多钟。原本的记录是5分51秒88。对，连同第2名的选手那么何东如也都打破大会纪录。所以是不是说黄建章不好，是因为人家进步的幅度很大。恭喜台中市的选手王君宏4分39秒95，这个初步的成绩已经是确定是打破了大会纪录，对也是全国纪录也是全国纪录 T32 级别400公尺的全国纪录，当然也摘下了金牌。前面2位选手都笃定打破大会纪录了，那就是看第3名有没有这样。有的时候在同一个组别当中，这个对手的实力提升对整个所有选手在整个张力提升的情况下，成绩应该都会有一些进步的幅度。
真的一下子大幅的提升1分多钟真的不容易。不要进入跑道好不好？你们到看台来好不好？到看台，那个我们的检查先生稍微指导一下。好，让我们把镜头再转向田赛。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肢体障碍女子组在标枪的部分。颁奖，这个奖项我们相当高兴，邀请到花莲县的教育处翁淑敏翁处长来为我们颁奖。感谢处长。这一届全障运在田径的赛事是在南投县立田径场来进行。今天在田径的部分是第2天的赛程，这2天目前为止都是一个阴天，然后蛮凉爽的一个气候，不会太过炎热，所以对选手来讲，就算是在这个上午时间的赛段来进行比赛，其实身体状况应该是不会太差。来看到的是花莲县的选手陈秋婷，F35级别的标枪决赛。在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是他的对手宜兰县的选手曾丽玲，在105年全障运所掷出的8公尺57。恭喜获奖选手，感谢翁处长为我们颁奖，谢谢。来看一下曾丽玲，来自宜兰县的选手。接着他看到的是 F37级别，在女子标枪 F35、F37 同样都是属于这个脑性麻痹的选手，都是以站姿来参赛。刚才是苗栗县的吴彩妍，接下来还是一样苗栗县的傅美惠。接下来是台南市的蔡婉婷。那么蔡婉婷在昨天的铅球比赛也是一样，同时打破大会全国纪录。那他也是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保持人呢。上一届的全障运是指出了10公尺24的表现。接着看到的是台北市选手陈玉华，在女子标枪 F37级别的5位选手，刚刚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罗凯慧，
教练需要知道你的成绩，所以你可以跟司令台去报告你的成绩，因为我们没有写成绩。这边再来看到的是 F35级别，花莲县的选手陈秋婷。感觉得出来是尽可能希望让自己的标枪用一个抛物线的方式尽可能的来争取距离。上边其实也可以看到选手们所使用的标枪掷完之后会是由工作人员来帮忙拿着。那到选手轮到他要来进行比赛的时候，上前之后工作人员再会递上他的标枪。标枪已经有选择，可以，谢谢你们。在 F35跟 F37级别标枪的部分呢，标枪都是600公克。跟一般成年人的标枪的重量都是一样。女生的重量最高就是600公克、500公克、400公克甚至那个壮年运动会80岁以上就是有300公克所以最重就是600公克。那像现在国中女生的标枪是500公克，高中跟成年人是600公克。再回到了 F35级别，花莲县的陈秋婷。现在轮到花莲县陈秋婷，他们只有2位嘛，竞赛项目目前要进行的是T212场次。宜兰县的曾丽玲。T212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34级决赛，到次介绍第3道屏东县郑志祥，第5道对选手来说，还是要尽可能的透过自己的一个身体重心从向后到向前，让他的标枪能够以抛物线的方式尽可能去争取多一点的距离。
即使像这支标枪的话，在正规比赛我们裁判还算有一点通融。正规比赛它的枪头没有先着地，它是整个平的着地，像这个就有效。这样整个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吴彩玲这一支枪，应该是属于那个成绩是没有的我们现在看到蔡婉婷，好，到场在进行的是肢体障碍栏，还是要尽可能的让他的标枪是枪头要先着地。对。蔡婉婷是大会纪录是她保持，但是今年感觉上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好。破大会纪录，蔡婉婷，刚才我们说她感觉上没有那么好，那现在看看，原本的大会纪录是10公尺24，重新将来看一下成绩。感谢我们2位训辅委员，我们的林辉雄教授、蔡秀华教授，10公尺46，哇，破大会纪录。那所以我们每次讲到破大会纪录，就是等于几乎都是全国纪录了，除非有一些种类它有到国外去比赛，那2个纪录会不一样。恭喜蔡婉婷以10公尺46的成绩刷新了这个级别的全国跟大会纪录。也是他自己本人保持的纪录。大会及全国纪录，我们恭喜刘欣琪。在田赛部分，身体障碍女子组的标枪 F35级耐纪录后3次这是第2次亮相曾丽玲。接着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罗凯慧。战区军医花莲县陈秋婷，一样是10公尺52。那么蔡婉婷她在昨天是铅球也是一样破大会破全国。那么在今年今天的标枪又再度破大会破全国。好，所以在女子标枪 F35跟37组别前3值进行完毕。那现在也要根据刚刚前3值的成绩来进行后3值的这个顺序的排序。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精彩画面。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花莲县的陈秋婷跟宜兰县的曾丽玲，2位选手是 F35级别的。另外是 F37级别5位的选手来参赛。蔡婉婷刚刚是以10公尺46的成绩打破了他原本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全国跟大会纪录。
好，继续回到场上。在田赛部分 F2084肢体障碍男子组的标枪 F53级，那目前在进行当中。有参与的是新北市的王凯伦。在南投县立田径场，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田径第2天的赛程，肢体障碍女子组标枪 F35跟 F37组的决赛。那刚前3值已经进行完毕哦，调整完顺序之后，马上要来进行后3值。所以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曾丽玲先投子的话，表示她已经输给花莲县哦，她大飞机是由她保持的。看看后3值有没有办法再把过去的好成绩展现出来。7公尺27，那个成绩不错接近他自己的记录。他1公尺30公分。接着来看到是 F37组。台北市的选手陈玉华，重新排序，表示他在这5位选手当中，他是排第5位，所以他由他先投子。刚才成绩是6公尺26。接着是苗栗县的吴彩莲，继续来登场是苗栗县的选手傅美惠。所以目前战绩第2是台北市的罗凯慧。刚刚傅美惠自己指出去之后也摇摇头，不是很满意。可以看到在这2个级别的选手们在脚步跟身体的控制方面会是稍微比较有障碍一些，所以会是采取原地来做投掷的方式，就不会有前面的助跑。这次的成绩感觉还不错。对，所以他目前是战绩第2名，台北市的罗凯慧。7公尺20。再来看一下蔡婉婷。在对战场地，肢体障碍女组 F35级的标枪决赛刚才指出成功的是宜兰县曾丽玲。刚的成绩是9公尺71。再回到 F35级别，宜兰县选手曾丽玲。
的是陈秋婷。陈秋婷，环宇线7公尺1。第5次值10公尺，是来自宜兰县的曾丽玲。那现在要准备四值的是花莲县陈秋婷。陈秋婷这一次出了8公尺9，现在居第1。T37级别苗栗县的选手傅美惠，也完成了她的第5次试值，6公尺80。罗凯慧，台北市的选手，看一下他这一次的成绩，6公尺40。蔡婉婷，第5次的试值，在标枪场地准备4值的是台南市蔡婉婷。那目前暂时领先，来加油！蔡婉婷在第5次试出了8公尺，也来到了 F35级别最后一次第6次的试值了。就来看一下花莲县的陈秋婷。试值成功。F35级的标枪，宜兰县曾丽玲最后一值7公尺44，成绩是6公尺27。继续看到 F37组别最后一次第6次的试值，标枪部分 F35级，最后成绩显示，第2名宜兰县曾丽玲7公尺42，第1名来自花莲县陈秋婷8公尺9。最后一次的试值，这个苗栗县的选手吴彩莲真的是用尽了全力啊！最后自己的重心也稍微有点偏了，跌倒了一下，不过还好试值是有成功的。苗栗县的傅美惠，此次出成功的是苗栗县傅美惠。在我们的标枪F37级，那傅美惠在前5次是占据第3。
刚刚的成绩是5公尺47。来到目前倒数第2位登场，台北市的罗凯慧，第6次试职，成绩感觉也不错。台北市罗凯慧，罗凯慧在前5次17公尺竞赛占据第2名。7公尺48。7公尺48。今天赛项目目前要进行的是第213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本项比赛有9位选手参加，分2组进行。第1组到此上，第3道嘉义县郭佑成，第4道台中市陈。蔡婉婷的最后一次试职，也是自己有稍微摇摇头，9公尺54，其实也不错。不过当然，他刚的破全国的成绩更好，10公尺46。好，接着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回到竞赛的部分。我们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5级别的决赛。这边要先来进行倒次介绍。鸣枪起跑，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在第3跑道的嘉义县的郭佑成，在上一届在这个项目获得冠军，也同时打破大会全国纪录。那在第4跑道的是台中市的选手陈义玲，第5跑道的同样是来自于台中市的郑坤宏，另外在第6跑道是台东县的邱其熙。现在领先的就是嘉义县的郭佑成。来到了第2个弯道，最外道的是台东县的邱其熙，看他跟郭佑成之间的距离能不能够咬住。通过弯道之后，来到最后的直线了。哦，两个看起来要差不多了哦。看看最后的冲刺，哇，邱其熙现在力气跟速度都还有，而且最后感觉还稍微的再做一点加速。哇，迎向最后的终点线，把领先的幅度拉出来了。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台东县的选手邱其熙最后通过终点，这个初步的成绩是1分26秒72。哦，这个成绩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我们要恭喜台东县的邱其熙。哇，相当的不容易哦，是在前面都比较紧咬的状态下，哇，最后通过第2个弯道进入最终的直线之后，再来做一个加速。那在 T35级别400公尺的决赛哦，总共是有9位选手参赛，所以同样也是分为两个组别来进行这个计时决赛。最外到台东县的邱其熙，刚刚是打破了全国纪录1分26秒72。所以等一下也要看看第2组登场的5位选手有没有人能够超越他的这个成绩啊！其实原本的纪录保持人郭佑成刚跑的其实也不错
哇，真是没有想到邱琪熙最后的这个冲刺加速，能够一举来突破全国纪录。紧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T213支持障碍男子400公尺35级进行决赛第2组。道次介绍：第3道宜兰县王少奇，第4道台北市王家伟，第5道嘉义市沈家佑，第6道新北市吴威义，第7道新北市曾崇恩。刚进行完了第2组的道次介绍，几位选手也是今天早上我们才刚在跳远有看到的选手。选手们就位。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5级别计时决赛第2组，鸣枪起跑。在最外道的是新北市的选手曾崇恩，第6跑道的是新北市的选手吴威义，第5跑道是嘉义市的选手沈家佑，那第4跑道是台北市的选手王家伟，在最内侧第3跑道的则是宜兰县的选手王少奇。哇，现在新北市的曾崇恩目前跑得还蛮快的看能不能顶得住后面的那么速度能够保持下来。他在昨天100公尺虽然是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但是还是输给刚刚台东县的邱七喜那么刚刚这2位选手在昨天100公尺同时都打破大会及全国纪录。相当高兴，嘉义县教育处李美华，我们的处长亲临会场。曾崇恩早上也才刚比完跳远而已体能的调配上感觉到目前状态都还蛮不错的，哇，领先的幅度蛮大的，而且现在感觉蛮有机会再来突破全国，看看最后的直线冲刺能不能够顶住。哇，这一组他领先蛮多的。不过因为看看有没有机会。1分21、22。通过终点1分24秒40，再度突破了全国，哇，相当的不容易2个在100公尺2个变成成绩对调了，哎呀，昨天是曾琪熙在100赢他，2个都是破全国，那么这一次也是一样刚也看到这个嘉义市的选手沈家佑虽然跌倒，但赶快站起来，因为时间还在继续走，赶快要回到终点。那还要看看他的成绩，最后在排名里面能够排在第几终点就在眼前。不错不错。嘉义市的选手沈家佑也通过了终点。跌倒还是有点擦破皮。跌倒以后再起来还能够维持这个成绩，真的不容易台北市的王家伟也回到了终点。两个膝盖都破皮。哇，很不容易在这个 T35级别400公尺的决赛，分为2组来进行计时决赛，2组都看到了新的全国纪录。好，所以最后在这个级别是由新北市的选手曾崇恩1分24秒40，打破了前一组邱琪熙所创下的1分26秒72的全国纪录，在这个级别收下了金牌。真的不容易你看人家跌倒，然后又起来，哇，跌了2次。对。紧接着我们竞赛的部分要来到
哇，这个不管对哪一位选手都一样哦，能在比赛中能够从跌倒里站起来，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哦，坚持完赛就应该要给他最大的这个掌声。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T36级，同样是400公尺。在这个级别有4位选手，跟着应该是3位选手来参赛，包括了第3道高雄市的王敬福，第4道台中市的黄介兰，以及第5道台南市的陈柏仁。陈柏仁也是在上一次的跳远获得冠军。那当然，在陈柏仁他在这一次的比赛参加蛮多项目的。来看一下3位选手起跑之后的表现。哇，陈柏仁一马当先，速度非常的快。看能不能打破他自己保持的纪录。颁发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32级，那是取前2名颁奖，但是我们要恭喜4位选手皆破大会获取6位选手。第1名台中市的何东儒，成绩4分51秒51。第1名台中市王君宏，以4分39秒89摘下了冠军。来看一下陈柏仁来到了第2个弯道，这个级别的全国纪录是他保持的1分12秒72，现在通过第2个弯道52秒的时间，再坚持一下，有机会可以来突破自己的全国纪录57秒58，终点就在他的面前，看看最后的秒数。看能不能够挺住，最后感觉体力上稍微有一点不太足够，但是很接近，哇，非常的接近，最后的终点冲线，哇，1分13秒90，差一点点啊。但是还是在这个项目获得冠军。没错，哇，跟他在107年嘉义全障运的1分12秒72，差了1秒左右。也感觉得出来，其实在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之后，体能的下滑真的是要靠意志力去撑完的。好，台中市的选手黄介兰也回到了终点。一开始感觉上有一点冲得太快了，可能在整个配速的调整上还可以再稍微的想一下怎么样调会比较好。哇，陈柏仁也很不容易哦，先比完了跳远，咬紧牙关撑下去。对，最后的直道真的是靠着意志力去撑的。好，让我们再把镜头转到田赛的部分，来看到听觉障碍男子组链球的赛事。听障男子组在链球的部分也会是今天上午田赛赛程的最后一项，总共是有6名选手来参赛。那目前是前3值已经进行完毕了，所以现在场边也正在进行后3值的顺序的调整。6名的选手要根据他们前3值的成绩来排出他们后3值出赛的顺序。这个大会纪录是那么林根那时候他是代表新竹县，那现在是代表台北市他除了本身除了他也代表中华台北，目前在台底大任担任教练，对，好，这也是我们很资深的国手所以刚看到他第3值的成绩。现在在这个板子上的是林根的成绩有34公尺77。颁发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第34级，
恭喜刘新奇，桃园市马甲冠军，1分40。刚刚看到在画面的后头哦，林根现在应该是在跟教练稍微的对谈一下。那现在在听障男子组练球后3值，要率先来登场的是桃园市的选手周建生。在点赛部分，听觉障碍男子组练球部分已经要进入后3次的比赛。目前暂居第6，桃园市周建生5公尺7，暂居第5，桃园市黄志超17公尺32，暂居第4，彰化县黄石生18公尺64，暂居第3。高雄市黄清娣18公尺69，暂居第2。台北市廖永仁26公尺36，目前暂时领先的是台北市林根，是我们纪录保持人，以34公尺77的成绩暂时领先。哇，刚刚画面上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黄志涛。前3值最好的成绩是17秒32，不过第4值很可惜哦，在直出去的时候重心偏重心不稳。优秀的我们听障的选手也就这样子起来，真的相当的棒，林根加油，教练加油！现场的这个大会播报也在帮我们的这个知名的听障国手林根为他加油。等一下要看到他压轴登场。黄希生，彰化县的选手，前3值的最好成绩是18.64，18公尺64。进步2公分。18公尺66。哇，他刚好跟第3名刚好差距只有几公分呢，因为是录取3名哦。接着看到的是高雄市的黄清义，出手的时间掌握的不是很理想。大会这边欢迎台北市体育局局长陈良乾陈局长莅临到我们会场，感谢局长莅临。那台南市在去年也承办我们全国运动会，他也将在明年来承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相当辛苦哦，我们真的感谢局长百忙之中特别抽空来到我们会场，为台南市的子弟兵，也为全国来自各地的好手们来加油打气。感谢局长您，谢谢局长。刚刚是台北市的选手廖永仁。除了身心障碍运动会今年在我们南投举办，在今年11月初的时候，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也会在我们南投这边来进行比赛。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有国中、高中。现在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黄志涛。那目前在练球
成绩维持领先的台北市选手林根，刚刚在第四次的这个试纸应该是选择先休息哦，因为他现在的成绩34公尺77是有蛮大的一个领先幅度，所以可能稍微保留一下体力，那看看是不是等一下第5或是第6次试纸的时候再来登场。对这个练球或是铁饼的选手来讲，这个出手时间的掌握其实真的很重要。刚刚的成绩是18公尺66，跟刚才一模一样。对。高雄市的选手黄清义，目前在我们田赛部分，场次 F211，在混标场场地进行肢体障碍女子组的 F57级的标枪决赛，目前上场的是一线的许长娟。廖永仁，台北市的选手，这次的试纸感觉成绩也还蛮不错的。前面的最好成绩是26公尺36。25公尺79，也蛮不错的。标枪 F57级的选手有首名，让场上最佳的前3名。代表的选手来自新北市吴秀伦、新北市雷碧玉、云林县许长娟、云林县王富荣、台南市吴子硕、台南市首美华、台南市陈秀美、高雄市姚玉如、高雄市郑嘉怡及台北市徐婉琪4名选手，加油！周坚生刚刚的成绩是11公尺多，不过他前3指的时候是有支出15公尺71。在竞赛赛道上即将登场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的400公尺 T37级决赛。一共有6位选手，在选手准备就绪之后，我们将先行的做到次介绍。好，现在在听觉障碍男子组练球的部分呢，已经要来到最后的第6次试纸。第3道台北市杜国宇，第4道台北市廖成汉，彰化县的黄习生，台北市徐浩璇，第6道台中市刚刚的成绩是16公尺41，没有他的前几指好。第8道金门县林国平，大会纪录是由台南市的接着是高雄市的黄清义。
临江起跑。黄心怡刚刚第6次试值的成绩有进步，来到了19公尺多。接着是台北市选手廖永仁，来看一下第6次试值的成绩如何。退步了，他那一条线是25公尺，所以他的成绩是退步。出来了，重心不稳就出来了。那廖永仁的第6次试值完，就要来看看领先的林根看起来应该是直接休息了，因为对前3值就已经有掷出34公尺77的成绩，所以就已经确定是在听障男子组的链球收下了金牌。那么在今天上午的这个赛程到链球的部分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下午还会继续在田赛竞赛，都会有很多的精彩赛事从下午的1点钟开始。那也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午在1点钟的时候再继续再见。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在竞赛的部分，还有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8 组的决赛。台北市林根34公尺77，恭喜3名选手。好，来看一下上午赛事的最后一个项目，在竞赛的部分400公尺T38 级别，有3位选手来进行赛事。包括了在第3道高雄市的萧明杰，第4道桃园市的廖金硕，以及第5道彰化县的林宗贤。相当可惜，新北市的林冠宇在去年拿了很多项目的金牌，但是今年没有参赛。全国跳高纪录的陈继宪教练、高胜哲教练、林伟伦教练不要跑，翁竹义教练，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会场，感谢。我抢了，我第1个就抢。竞赛项目要进行的是 T216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38 级决赛，到此介绍。第3道高雄市萧明杰。第4道桃园市廖金硕，第5道彰化县林宗贤。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新北市林冠宇保持1分07秒53的成绩。3位选手就位。枪响起跑，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38 组级别的决赛。第4道桃园市的廖金硕，速度非常的快。不过在旁边，萧明杰其实是咬得非常紧，而且已经顺利的超车。来自高雄市的萧明杰现在有小幅的领先，我看看2位选手的距离能不能够咬住，还是萧明杰能够把他的领先优势再拉开。要进入到第2个弯道，目前的时间来到45秒。还是由高雄市的萧明杰保持着领先，选手加油，战胜领先。桃园市的廖金硕紧追在后，准备进入到最后的直道，看看最后直线的冲刺。萧明杰已经逐渐把自己的领先优势给巩固住，要看看最后通过终点线的成绩。
国中队的成绩1分13秒30。恭喜高雄市的选手肖明杰，在400公尺决赛 T38 组级别的决赛，是以1分13秒30的成绩收下了金牌。我们代表彰化县的林宗贤，彰化县的林宗贤，这时候也要回到终点。3位选手顺利的完赛。透过慢动作再来看一次3位选手刚刚的表现。其实肖明杰在整个手部的摆幅还有脚步的这个跨步幅度，从起跑之后都维持着一个蛮稳定的频率。最后的成绩是1分13秒30，顺利的收下了这个级别的金牌。好的，那么今天在田径第2天赛程上午的赛程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这边也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午的赛程会从1点钟来开始，请大家再来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那这时候也请观众朋友们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下午再见喽。再
1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欢迎您继续透过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来欣赏113年的全障运在南投来举行。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田径项目第2天的赛程。经过了早上许多的赛事之后，我稍后要继续来进行下午的比赛。那么其实在今天早上的赛程刚开赛的时候，现场是稍微有一点飘雨，不过后续雨势是已经有稍微停下来。现在也看到在温度的部分经过了中午，在气温的部分是有稍微的提升，来到了28度，目前的湿度80%。那目前还是呈现一个阴天，但是整体上来说，其实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凉爽的气候。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也看到了许多的选手都有蛮不错的表现而且选手们在场上的拼劲其实也都展现得出来，包括有些选手可能在场上有出现一点跌倒的情形，那还是有想办法赶快爬起来，赶快把比赛给完成。那么早上也提到，其实有许多的选手他是同一时间可能一天他就要参加多个项目的比赛，所以这边也想要问一下教练如果说选手们可能他今天就预计是要参加2项3项不同的赛事的话，那他在整个体能的调配上，或许经过了整个中午的时间，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去休息，能够让他接下来有比较好的体能继续来比赛呢？那么他当然有时候还要补充一些那么营养的水分那最重要一点，本身他如果能够在教练指导之下然后能够分配，因为有时候他同时会在碰到田赛的比赛、竞赛的比赛，那如果全部都是竞赛的话，他可能会去选择怎么去跑。那一般优秀的选手来讲，他应该懂得分配。那最重要的时候除了这方面之外，还是有时候还是要靠休息多补充一些营养的水分。所以这时候后勤的补给其实就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像田径的赛程会分成上午场跟下午场的方式来进行。如果当天选手是同时有几项比赛要来进行赛事的话就像教练刚提到的，其实可能在中午的这个休息期间，或许是小眯一下，稍微进行一个午休。那在整个午餐的营养补给上，到底要吃多少，而且要吃什么，其实应该也蛮重要的。对。而且他有时候接着比赛的话，他有时候可能没办法吃了很多，那有时候还要吃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东西。有时候一些营养的补给或是这个水分的补充，对选手来讲，能不能够在场上把他平常最巅峰的状态、训练的成果展现出来，就非常的关键。所以像等一下我们马上就要来看到的是，在智能障碍男子组跳远T20级的赛事。今天早上进行完了上午场的比赛之后，其实也有不少这个破全国、破大会的成绩，这些选手也都相当的不容易在上午场就有很好的发挥。那稍后我们也还会继续看到部分上午已经有出赛过的选手们要继续来到比赛场上。那么从这2天这1天半来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又冒出一些新秀出来所以在成绩上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是破大会纪录、全国纪录那么相对人数相当的多。那也表示说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可能跟以往来讲更加的精进。没错其实在台湾目前记录到去年112年有领这个身心障碍手册的民众就有多达120万左右的民众所以光是这个人数就知道，其实如果要发展身心障碍运动的话，其实人数是非常的多。那只是说在平常的生活之余就是等于在工作之余的时间这些选手们还有没有时间可以来进行训练。对许多身心障碍的选手来讲，光是这个要先顾好生活，其实就已经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没有错，因为你看，如果用120万来讲，其实我们运动员虽然种类这么多，就像那么今天早上你所提到的有5000多人参加，那事实上
人事上还是没有办法。那当然最重要在生活上尤其在有一些人的家境，当然他并不是很富裕，他也没有很多的充裕的时间来做训练。那其实我一直在讲说现在每个县市，尤其在6都里面都有运动中心，我们也都希望说这些身障的朋友都能够走出来，然后除了他自己工作上的一个压力之外，我们也希望他能够适当的找出能够对自己身心有帮助的一些活动。没错，透过运动，一方面是在身体，在整个肌肉的建构啊，或是在整个心肺能力等等不同层面，身体上都能够有一些健康的提升。那当然心理层面的话，我们都知道运动其实能够让我们在整个压力的抒发，或是让我们稍微脱离一下平时生活可能一些工作或是课业的压力所以在身心障碍的这个民众方面其实现在各县市也都还是很努力、很积极的在想办法推动，希望能够再更促进这个身心运动的一个推广。所以其实政府在多年前就有推动说，如果你的工厂你的公司多少人，你就应该要录取一些我们身障的朋友让他都有机会。那就像在公家部门，你也是一样要有。如果你超过多少人，你没有录取的话，那么政府还是会罚钱。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能够都重用我们的身障朋友，来让他有一个不错的工作，让他生活能够更稳定的话，他可以从事其他的一些活动。好，那因为现在现场还在整理场地，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上的一些精彩画面。
欢迎回到南投县立田径场，我们要来看到下午的赛程要来展开。率先场上要来看到的是智能障碍男子跳远的 T20级赛事，在这个级别是有4位选手稍后要依序的来登场，包含了新北市的陈世伟、台中市的王培安、彰化县的江光辉以及台北市的选手林明凯。那么在智能障碍男子组的田径赛场上，这个会进行的赛事，先来看一下跳远的部分。这次的试跳是成功的。新北市杜国宇，台中市邱科章，台中市郭长威，台中市陈仲恩，台南市郑真祥。刚刚登场的是新北市的陈世伟。那么刚刚提到，在今年的全障运田径赛场上，智能障碍男子组除了跳远的比赛之外，另外也会有铅球跟1500公尺的赛事。第2位要来登场是台中市的选手王培安。试跳成功。哇，空中的动作其实延展性是相当的漂亮。彰化县的江光辉比较可惜，踩出了起跳板，所以这一次的试跳成绩不算。9公尺34，第2名台南市吴淑凤，9公尺77。这个是台北市的林明凯，第1次的试跳。试跳成功。他这一跳的成绩也相当不错。那当然，我们的大会纪录是5公尺41。那事实上，在亚洲跟世界的话，是由中国大陆一位选手肖振宇，他跳出的成绩有7公尺64。新北市的选手陈世伟要来进行他的第2次试跳。大会这边我们相当高兴，云林县夏季局长邱孝主感谢局长的鼓励，让我们田径场上蓬荜生辉。真的相当感谢这些长官贵宾对我们选手的照顾。那司令台下方的奖品组即将要颁奖，颁发的是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这个是台中市的王培安。再度邀请到我们的梁坚国小廖志从我们的廖校长为我们颁奖。第3名，台北市徐茂觉，成绩1分17秒27。第2
第二名台中市黄任婷，成绩1分16.81。第一名恭喜台北市廖守汉，1分86.56破大会破全国纪录。成功慢动作再来看一次。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透过起跳之后，重心往前摆，往前扑的方式，避免说手在后面，让它的距离会减少。江光辉，彰化县的选手，第二次试跳，哇，还是踏出了起跳板，比较可惜。所以等于前2跳目前都还没有成绩。继续看到台北市的选手林明凯，哇，这个距离，看起来有点像运动员。但他也确实是，虽然说在智能障碍组的选手，等于是我们说身心障碍，等于他是心这个方面，跟同龄的民众相比是会有一点差距的。那这个当然也都是有经过专业医师跟这个分级师来为他们做分级，但是他们在肢体在身体上的能力是相当的健全。新北市的选手陈世伟，第3次的试跳也是成功。颁奖颁发肢体障碍男子铅球 F56级，第3名彰化县刘家豪。不过从4位选手在整个助跑、起跑、空中动作到最后的落地来看，其实台北市的选手林明凯真的在整个动作的成熟度上是非常的高。恭喜获奖选手，感谢颁奖人。台中市的王培安要准备来进行他的第3跳。这次的成绩也蛮不错的，不过看起来就刚好在接近那个他现在要看那个仲裁摄影，看有没有犯规，他刚好就踩到板子的失败。刚才看起来就感觉到踩到板子的前沿的地方。现在越来越精进那么在跳远场地啦，包括田赛都有仲裁摄影可以看到那个画面连续3次失败。这个江光辉比较可惜。不过在规则规定之下，8个人以下每个人都有6次的机会，所以还是有后面的3跳。对，还是有后面的3次。只是真的在助跑过后要起跳的瞬间，这个脚步上可能还要再往回推个半步。再来看到台北市的选手雷明凯，看到他的第3次试跳。颁发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第38级，恭喜高雄市肖明杰在这个项目拿下冠军。个人在竞赛部分的第3块金牌，1分13秒30，恭喜肖明杰。当然也要恭喜我们高雄相当有名的张大仁教练。感觉好像没有前2次的远。
林明凯刚在第一跳的时候是有跳出5公尺30的成绩，也是目前4位选手当中占据第一。那么5公尺30跟5公尺41哈，有时候跳远跟标枪就神来一跳，神来一指，有时候都会有机会跳出好成绩。而且到目前为止现在对这个跳远场来说，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逆风的状态。所以我们从画面上看到有一个风向带是可以看到它是逆风风向带在那边明显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对选手来说是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身体状态正好，而且可能稍微偏顺风一点，那又没有超风速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可以缔造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对，所以有时候选手刚好在顺风 2.0 以内刚好有时候尤其跑步的选手顺风 2.0 跟逆风这个成绩跑下来会不一样。那同样的也是一样，我们也希望那么选手刚好有在顺风 2.0 以内，然后刚好有创造了好成绩。这一次应该也是没有之前的好。王培安前2跳是第一跳的成绩比较理想，4公尺94。接下来还是一样可以看到彰化县的江光辉还是一样可以继续上场比赛。那第4次的试跳要看看江光辉能不能够在他的助跑还有起跳的这个位置稍微调整一下。不过现场的裁判长已经跟他讲他可以第4次，因为他本来那照道理讲前3次完他要排戏，所以照道理讲刚才是江光辉要先第一个跳，所以裁判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刚好刚才裁判长走过来第4次就是要按照顺序成绩比较差的先跳，所以刚才应该是江光辉要先跳。好，看看第4次的试跳能不能够成功获得成绩。好，这一次终于成功。小朋友本来要爬沙，要准备把它爬下去了。确实。这个助跑的步伐跟你的起跳的位置其实对跳远选手来讲真的是蛮重要的。所以刚才裁判没有注意到4个人他完了之后还是要按照成绩来排序。第4位登场是目前成绩保持领先，第一跳跳出5公尺30的林明凯。哇，林明凯第4跳的表现也蛮不错的。来丈量一下。组长好，组长的资历深厚，也曾经在我们的新北市板桥体育场担任过场长。不过林明凯在落地的过程好像都是会屁股先着地。这是很多选手都会这种情况。林明凯刚第4跳的成绩是5公尺33，确实是有比他的第一跳来的再更进步一些。好，所以在进入到第5跳，看一下顺序上是有没有要调整，还是要按照刚刚的顺序。刚才裁判长在那边好像
维持他们之前的号码的顺序的。因为不然这时候要突然把对，张光又把辉他刚才又跳，然后又马上调到前面，所以他现在就按照这个之前的号码的顺序来排序。毕竟只有4位选手，所以其实还好。哎呀，可惜。陈书伟是重心有点没控制好，往后踩了一步，我自己也蛮懊恼的。陈书伟前4跳的成绩是以第2跳4公尺83最好。接下来登场看到的是台中市的王培安，王培安在前4跳的成绩最好的是上一跳第4跳的时候4公尺94。肢体障碍女生女子组给予的F34级，她进入后3次。于林胜、蔡明杰、杨前上赛4跳成功。张光辉，这次的10跳还是失败。台北市选手林明凯，目前最佳的成绩是5公尺33。来看看第5跳的成绩如何。他踩板都踩得蛮准的那么几乎当然除了这一次稍微比较没有那个有靠近点其他踩板真的非常好。林明凯刚刚第5跳的成绩是5公尺32。陈书伟第6跳很可惜是失败的，所以确定在这一次的跳远赛事的成绩是以4公尺83作收。再来看到台中市选手王培安，
哇，也是10跳失败。哦，不过这一次跳得不错。王培安前面最好的成绩是第4跳的时候跳出了4公尺94。不过这一次踩板超过蛮多的。江光辉，看看有没有办法在第6次试跳再成功的拿下分数。那还是失败。所以彰化县的选手江光辉最后的成绩是2公尺。不过他这一次如果手部往后面压，他这一次算是进步蛮多，这一次超线一点点。那最后就要看到台北市的选手林明凯，虽然目前的成绩已经确定他会是这个组别的金牌，我来看看他的第6跳有没有办法超越他前面所跳出的5公尺33。其实也都非常稳了，333或31，这样真的非常稳。应该没有进步，不过弱点真的跟前几跳看起来是差不多的。差不多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说他非常稳。你看，前一次是32嘛，那之前33，真的都非常稳。但是这一次的踏板跟上一次的踏板，几乎是一样。其实以整个技术层面来讲，林明凯的表现是真的相当的成熟，所以稍后也等待一下他的成绩。那么镜头要转向竞赛场上，稍后要来看到听觉障碍男子组110公尺跨栏决赛。刚有讲到，像是在跳远的比赛会有所谓的这个风速的问题，这个风向是逆风顺风。其实之前也看过有些选手有分享过，在访问中的时候有分享过，可能比赛的当下，选手们也会自己稍微去感受一下，觉得刚好这一股风是顺风的时候，赶快这时候开始来助跑。因为有时候你刚一助跑风向又改变。对。那规则里面是规定，跳远3级跳远还有200公尺以下，也就是包括200公尺、100公尺，包括现在要跨的栏架110公尺栏架、100公尺栏架，都要有风速测量。现在画面上带到的就是这个红白相间，观察这个风向方位。对选手来讲，这个风到底有没有顺着自己其实这个真的有时候是要看天看当下那这个这个因为它是1点40分，所以现在1点35分。那只有台北市的王柏纯也是大会其实这个大会纪录。那因为安庆龙那时候比赛的时候是代表中华台北，那时候是国际赛，对，听障奥运那一年。好，先来补充一下，刚刚在
这个智能障碍男子组跳远 T20级决赛的成绩哦，林明凯最后是以5公尺33来收下金牌。那5公尺33是他第4跳的表现，他刚最后的第6跳，就像老师刚刚看的一样，确实是稍微有退步一点点，5公尺27，但是其实他的6跳不只是全部都成功，在整个稳定度上其实也都非常的高哦，都至少是能够到5公尺出头哦，所以其实在整个跳远的能力上是相当的成熟，相当杰出的。那也希望他继续加油，未来也应该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再继续在田径场上来看到他。那么自己一个人跑就要挑战自己的成绩，要来挑战一下他过去所缔造的17秒97的大会纪录。第一场赛程 T252场4，听觉障碍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今天在听障的这个短距离跨栏的部分哦，原本下午还有这个女子100公尺跨栏的赛事，不过后续也是取消了。那110公尺男子跨栏的部分原本是2位选手，不过在检录过后只剩下王柏纯1位。全国纪录是安庆龙选手。那最重要的，因为100公尺跨栏喜乐受伤的关系，所以也造成女子100公尺跨栏没有进行比赛。弹跳能力还相当好那么年轻的话就应该挑战自己个人最佳。向上起跑，来看一下王柏纯的表现。这真的是跟自己的竞赛跨栏的动作都相当的流畅，最后的成绩是16秒54打破他自己保持的大会纪录在上一届在台中跑出的17秒97来讲这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恭喜台北市的王柏纯刚刚在要跑步之前看到弹跳能力表示他这个弹跳能力非常好，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在听障男子110公尺跨栏，王柏纯打破了大会纪录16秒54，也收下了金牌。镜头再转向田赛场上，来看到的是铁饼的赛事。颁奖颁发肢体障碍女子要跳57级，有请到民间国小在校长为我们颁奖。第3名台南市陈修美，成绩9公尺34。场上带到的是铁饼男子 F37组，总共是有8位的选手。他是37跟38都是1点半同时来进行。以10公尺47摘下冠军，恭喜我们3位选手，也感谢杨校长一路的陪伴到在今天，都是麻烦校长了，谢谢您。113年的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是在南投来进行那田径赛事今天是来到了第2天的赛程，在南投县立田径场来展开。现在在下午的赛程要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铁饼 F37级的赛事。杜博宇这次的试职失败。这2届我们都看到新北市跟台中市他们的衣服都是蓝色，
他们的背心。台中市的邱科章。刚刚的成绩是20公尺87。台中市的陈颂恩。他这一次投掷的成绩比他的队友好一点。上午的转播中也有跟大家稍微介绍到我们田径的分级哦。那在31到38级是脑性麻痹的运动员，那其中35到38的是站姿来参赛的。上午也有提到，在同一个组别里面，数值越大，代表它的障碍程度是越低的。刚看到的是宜兰县的选手陈长博。接着继续登场，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选手廖承翰。廖承翰的成绩也不错，他在其他方面，但是这一次并不是很好，他在其他的比赛成绩还不错。刚刚的成绩是17公尺69。他在昨天廖承翰在昨天的100公尺也破大会级，破全国。身材比较苗条、比较瘦的话，就参加三铁就比较不方便，比较不利。力量上可能比较不是那么足够。接着是他的队友台北市的林正哲。目前应该以林正哲前面8个人投掷完毕之后，应该是林正哲的成绩比其他选手都还要好。确实23公尺55，目前占据第一。更正一下，其实应该是占据第二。台中市的郭长威在第一指的时候是指出了26公尺72。对，所以我刚才在时候讲说他的比他队友还要好现在他没有同时比赛，他有分掉，还是一样。对，所以现在是专心在 F37级的赛事。对，他时间是写一样，事实上他8个就全部先比。
杜博宇这一次的试值成功17公尺44。田赛部分，肢体障碍男子的跳远部分呢，有3个组别，在我们新北下方的跳远即将进行。有第42。接着是台中市的选手邱科章，第一值的成绩是20公尺87。哦，出手的时候自己也知道角度不太理想，所以他都是界外。接着是郭长威，目前暂时的领先保持者。哇，第2次试值丢得非常的高。但是这一次的成绩比刚才差一点，见高不见远。哇，真的是飞得很高，但是下坠的速度也很快，25公尺11。比他上一次还差一点。接着看到的同样是台中市的选手陈颂恩，第一次试值的成绩是19公尺19。这次是打在了护网上。对，一出手就一转出来就马上出手。对铁饼跟练球的选手来讲，因为旁边有护网在，所以其实在这个出手的时间点、角度的掌握上是非常重要的。对，所以这2个项目是比较属于比较危险。如果像刚才没有护网，那可能就丢到跑道那一边。没错。这一次的试值则是落到了界外。宜兰县的选手陈长波，第2次的试值成绩是不算，第一次他的试值是15公尺33。大家看到选手们拿的这一块铁饼重量是1公斤。林正哲，看一下这次试值的成绩。刚刚中间是跳过了台北市的另外一名选手廖承汉，我是不太确定廖承汉是不是直接选择退赛哦。24公尺32哦，比第1值的成绩再更进步了一些。
新北市的选手杜博宇要来进行他的第3次试职，目前的成绩是17公尺44，这次是丢出了界外。刚讲到这个，不管是铁饼或是链球有护网，其实我自己过去大学田径课的时候也试过丢铁饼，然后那时候丢到了旁边的柱子，然后它反弹回来，那个真的会有一点被吓到。啊，你有参加大运会吗？哦，没有，只是田径课去尝试而已。哎，还不错嘞，你们还那么能够还上到铁饼的课。老师也是让我们试试看。因为很多的运动项目，其实真的是你透过电视转播看选手们，都感觉好像很轻松，好像并不是太困难，但自己下去尝试之后，才会知道它的困难处在哪里。所以包括他们裁判也是一样也是一门的学问，也是还蛮专精的这一次邱国璋投掷的还不错那个这一次的仰角其实蛮高的，落点的位置虽然蛮靠近边线了，但是是在界内没有问题，19公尺81。郭长威的第1次投掷非常接近大会纪录。这一次应该有比上一次的试职成绩再好一些。他目前最好的成绩是第1次试职的26公尺72。我看这一次有没有机会超越自己的大会纪录？25公尺26，还是差一点。对。大会纪录是郭长威所保持的26公尺89。试职失败。接下来登场看到的是台南市的选手郑真祥。15公尺75。接着是宜兰县的陈长博，目前的成绩是15公尺33。陈长博直出去的这个高度就比较低一些。刚刚宜兰县的陈长博应该是对试职失败，所以目前的成绩还是维持在他第1次试职的15公尺33。林正哲来看一下他的第3次试职，距离感觉也还不错。
肢体障碍男子组的铁饼部分。F37级的选手，他目前要进入后3次的决赛。占据第8是宜兰县陈长国，15公尺33。占据第7台南市郑生祥，15公尺79。好，稍后要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51级的决赛。17公尺69，占据第4台中市陈颂恩，19公尺19，占据第3台中市廖科章，20公尺87，占据第2台北市林正哲，24公尺32。那目前暂时领先是台中市的郭长威选手，以26公尺72，那暂时领先。那现在要进行后3次的决赛。竞赛项目要进行的是 T253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51级决赛。到此介绍，第2道台南市林昭坤，第4道新北市薛宏明，第6道彰化县陈柏伟，第8道台南市张建龙。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薛宏明所保持2分18秒78的成绩。目前在第4跑道的新北市薛宏明，也就是大会纪录保持者。选手们已就位，枪响起跑。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51级的决赛。看得出来，在第4道新北市的选手薛宏明跟第8道台南市的选手张建龙，他们其实在这个竞速轮车，他们的器材上也是更加的精进一些。第一个弯道，那么新北市的薛宏明就已经领先蛮多的。竞速轮椅的选手是必须要采跪姿的方式，双脚缩在轮椅里面来进行比赛，所以其实对选手来讲，除了手部上要不断的使力来往前之外，其实他们腿部这样子跪着也是会很酸的。推得还蛮出力，你看推了几下，还是要稍微休息一下。对。毕竟这个往前推是把自己整个身体的体重再往前推进了。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T51级决赛，目前领先的是新北市。所以可以看到选手有时候是会戴着手套。那有不少竞速轮椅的选手都提到，其实训练的过程中，这个脚酸痛、酸麻，或是手指起水泡，这个都是很常见的事。对，其实他们平常练习就要戴着手套。好，薛宏明回到了终点，成绩是2分19秒38。差他的记录一点点，差了1秒左右。因为如果像这样的话，下一届是在新北市举办，他就有可能有机会破纪录。因为弟子对那种气势感觉会不一样。对，会有一股要为自己的这个
县市把奖牌、把金牌留下来的这种冲劲。我们 OK 就可以。OK 好。第2名就是由台南市的张建龙顺利的通过终点。选手加油！画面上带到的是台南市的选手林昭坤，虽然成绩稍微有点落差，不过还是很努力，坚持要来完赛。台南市林昭坤，加油！快接近终点了。我们知道在田径竞赛的部分这个冲线，以一般组的赛事来讲，我们会以这个躯干先通过终点线来计算。那这边也想要问一下教练，在这个竞速轮椅的部分，如果说有这个冲线是非常激烈、是很并列的一个状况，会如何来判定？他都还是会有终点摄影来做判定啊。对。他如果几乎同时抵达终点的时候，他会有终点摄影来做一个判定。所以这样会以选手的头部、躯干还是会什么位置来评断呢？他要到整个人过了之后，整个人通过。对，他不会以这个轮胎，他会以他人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以这个概念来讲，跟一般组的赛事是差不多的，主要还是以整个身体的躯干来做判断。所以一般来讲，就是田径比赛如果你的头先伸出来是没有用的。对，因为这个不同的运动种类，有的时候它的这个冲线规则就不太相同。像我们知道，在这种竞速滑轮的比赛，他们就会以他们的轮子谁先通过来计算了，所以就会有选手在这个通过终点线冲线的时候，是有一点劈腿的方式去冲线。所以像在去年亚运的时候，韩国选手就太大意了，后来就输给我们的选手。有的选手就是认为我已经到了，然后就速度放慢下，有的时候好像有一点不可一世，说反正我就是冠军了，然后结果没有想到会被人家超越。现在有这个科技的辅助，其实终点的这个判断，我们都还是要以最后这个终点线摄影机的检视为准哦。对，而且现在它的判定到1/1000，对，所以很非常的细微。早期没有这种器材辅助的时候，几乎同时抵达终点，那时候也没有终点摄影，裁判就看到，你哪一个的算一算，用肉眼来评断，对，他肉眼，然后他判他一，他判他一，然后每个人不一样，这时候就很容易会有争议哦。对。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稍微得力一点给地主啊，或是这个比较明星的选手，那当然其他的选手就可能会有一点不太服气。对，如果像那一种几乎没办法判断出来的时候，他认为说，这个选手本来就是比别人好，那种观念在。那现在有终点摄影的话，那交给科技。对，这就是科技能够进入到运动赛场的时候带来的帮助。接着我们要继续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52级的决赛。那我们的长官他的资历跟着相当的深厚，他曾经当过40号的校长，也当过板桥的田径场的场长，所以他对我们运动这一块、田径这一块是相当了解。那目前也在场内为辛苦的裁判先生们，感谢我们长官们的莅临。当然也现在检录单才送到花令裁判的手上，因为现在距离比赛时钟还有大概10分钟，所以他检录单现在才送到花令裁判的手上。今天因为在下午的赛程刚好前面是有项目，因为选手最后受伤的关系没有办法参赛所以赛程上稍微有一点往前推
对选手来讲，其实他们在整个当天备赛的情形上，多少都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比赛的一个流程有没有稍微因为当天的情况而有所变动。虽然说在国际赛场上，大部分还是会以表定的时间为主，但是难免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对，所以有时候你一定要去参加技术会议。技术会议有时候会哪一些有改变会跟你告知。现在我们也看到这个在媒体席成群的摄影师拿着大炮。对。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身心障碍运动的推广之下，未来国内不管是像是全障运也好，或是像我们上午的时候有提到，今年的夏天要举办的这个听障世锦赛跟世青，都会在台北来进行到时候希望不只是媒体有很多都会有这个关注，那另外也希望民众的这个关注度也能够是有所提升，最好是大家可以多多的进场来帮我们的选手加油。要办国际的大型赛会非常不容易就像刚才主播提到的，还有包括明年双北所举办的那世界壮年运动会。没错，世壮运也在这个今年有先举办了一个热身赛让这个选手还有一些场地的工作人员稍微的热身，感受一下这个气氛。那世壮运预计也会有非常多这个可能刚退下选手身份不久的这些运动员回来参赛。没有错。那我们目前了解的双北的市长也都会去参加比赛。第5道台中市林建宏，第7道台中市黄景宏。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台中市林建宏选手保持1分42秒99的成绩。3位的选手要来进行的是400公尺男子 T52级的决赛。枪响起跑。在第3道的是台南市的选手吴正友，第7道的是台中市的选手黄景宏，而在第5道中间的则是台中市的林建宏。林建宏也是目前的这个大会跟全国纪录的保持人，1分42秒99。现在目前就已经领先了。刚开始3个启动不快了，那么现在过了一个弯道，马上就把差距拉开。我们上午的转播中也有提到，其实在这个竞速轮椅器材上也都是费用其实都是相当的高。那也想要问一下教练，其实可以看到在后轮的部分有一些选手会采取像现在我们看到林建宏这种他的后轮是一个比较实体的面，并不是一个只看到一条一条的，它是一个比较实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轮子的设计，对于他在速度上是会有所帮助的吗？这个我不是很懂，但是一般来讲，他们就像游泳选手，他理光头会比他头发都还那个，所以我想这个设计上一定对他们有利。可能在一些风阻的影响上还是会有差。对，所以他们你看看男生他们有时候就理光头游泳。因为其实在看他的这个轮椅的设计跟这个自由车计时赛跟这个我们一般看公路赛的这个轮子使用的不同的感觉有点类似所以不太确定会不会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个影响。来看一下林建宏要回到终点，时间是1分44秒25。也跟他的纪录相差不少，相差一点点。只差了大概1秒多，接近2秒。所以其实在这个身心障碍的运动里面，包括在竞速轮椅，其实器材上未来是不是都有一些可以更加去精进，或是如果有资源的话，或是有企业能够投入来帮助这些选手的话，或许在这些器材上的精进也都能够让选手不只是国内只要是有机会能够出国去代表台湾去参加国际赛的时候，或许都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成绩。刚才主播提到的有时候如果
没有，但坐在这边直播台这边的话，有时候如果在下面，我倒是真的要去请教那一些选手，这个轮子的差别到底是在哪一个地方？有时候这样可以了解的，因为有时候你一个人也没办法了解相当多，那去请教选手的话，有时候他们一定是最了解的。对，而且他们实际在操作上一定是会有所感受。到底不同的这个轮椅使用起来，他们的身体回馈的感觉如何？那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再稍微可能1秒2秒，或是更接近的，可能是1%、1/1000秒，再有一些突破？对，像这一种的话，就是一般的车子平常在帮你推的这一种，在竞技上的比赛，你就相对的就吃亏。这个就是一般大家在做的轮椅。那当然我们也是很希望说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都可以尽可能啦多多的去参与运动，参与赛事，那以这个志在参加来参加全障运，当然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了。那不过当然也希望有一些是比较专心投入要往竞技赛场想要拼更好成绩的，也希望说他们是能够获得一些外界的资源的帮助，那让他们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不管是器械也好，或是一些生活机能需要的一些帮助也好，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哦。对，所以有一些你想要突破的话，你就包括器材，就像我们的主题乐在南投，我们就乐在其中这样就是一种享受。就像教练刚刚提到的，今年的全障运大会的标志叫乐在南投，乐是这个快乐的乐。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右手边这个我们的项目标看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有点像 I 的一个这个符号，这是这一次的大会标志。那其实上面的这个圆点呢，象征的是太阳，也代表着选手对运动的热情。那下面的这个造型其实是有一点类似像 N， 那这个 N 呢，也是南投这个英文字母开头的第一个字母，所以以它为代表来做这个大会标志的设计。那当然这一次不只是这个大会的标志还有整个发想的理念，其实都是希望说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一起在南投运动，一起竞技。那就像这个标志一样，在这个充满活力而且是宜居的城市里面来享受运动带来的乐趣。所以我想一个赛会一个主题的话，整个设计要考虑的话蛮多的。上午的时候也提到，这一次的全障运总共是全国21个县市，有多达了5578位的选手来参赛。现在画面上带到的就是我们这一次大会的这个标志，那两边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大会吉祥物酷比熊。那这次的赛会精神主轴是寻根溯源跟爱流传。那也是希望透过这次的全障运一方面是寻求竞技，寻求更巅峰的成绩的选手们都能够如期的发挥。那另外是希望能够借由比赛，那让更多的这个身心障碍的朋友受到启发，那也能够透过运动来帮助他的生活。哇，其实能够坚持到完赛就已经是一件相当值得鼓励的事情哦。对。所以你不管你参加什么任何一个项目，你只要能够完赛的话，就是真的是表现非常好。所以有时候是想在马拉松比赛，我说你能够坚持到底6个小时、6个多小时能够把它完成，你就是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的不简单，表示你恒心毅力都达到了，那也是一种享受。以马拉松比赛来说，能够完赛而且不被回收，就已经是很厉害的事情了。好，这边看到台南市的吴正友也要回到了终点线，相当的不容易，自己应该也是觉得非常的感动，终于完成了比赛，能够坚持下来，真的要给他一个大大的掌声。您讲到回收，我一个记者朋友，那跑马拉松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是50几岁，然后就被关门，不然就被回收，然后跑到现在，5个半小时。竟然可以跑到6个小时内，哇！一般比赛大部分都用6个小时来关门，对，那有的时候就在路上，你如果到了某几公里你没有完成，他就请你上车。对，因为马拉松毕竟它的这个比赛范围
更大，有的时候是会影响到当地的一些可能交通对啊，或是安全的这个疑虑哦，所以最后还是会设一个这个底线。哦，那目前马拉松在我们国内比赛的话，最重要就是刚才主播所提到的，因为交通的问题，那国内目前坦白讲，很多还是没办法接受说我要去上班，你把我整个对哦，但是在国外哦，有一点我到中国大陆去那个辽宁省，我是带队去，然后半马。然后他们整个路上沿途都帮你加油，在日本也是一样。那在我们国内目前慢慢有这种风气哦，那么在国外沿途都有人帮你加油，那种跑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对，不一样，需要花时间来慢慢培养这个民众的气氛哦。我们这边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女子组铁饼F55级。哦，陈玉莲这一次做得不好哦，她也是多面金牌的选手，几乎囊括她参加的比赛哦。现在已经43岁的陈玉莲，昨天的比赛就已经收下了3面金牌。那今天上午的赛事呢，400公尺的比赛也收下了1面金牌，现在继续在铁饼的部分看能不能再拿1面呢。好，今天除了这个早上的400公尺，现在正在进行的铁饼之外，晚一点它还有1500公尺的比赛。陈玉莲也是我们国内被封为这个竞速女王，在竞速轮椅上是非常资深的选手，国际赛事的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对。在这个轮椅组的选手来到了田赛直步的赛事的时候，其实就是需要比较多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协助。对，所以有时候绑这个是还有技巧。那一般来讲，你在国外你要自己自备然后要合格自备，然后你的人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来把它完成。那在昨天我们真的会有时候会比较那么晚。昨天真的我们比到6点多，那就是因为在绑他的身体的时候，要固定的时候花费很多的时间。好，画面再回到竞赛的场上。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陈玉莲那个记录也是由他保持的。更新一下刚刚在铁饼 F55级的决赛成绩，陈玉莲前面的6次试值当中有2次失败，但是他最好的成绩是第2次试值指出了8公尺86，所以也收下了1面金牌。等于目前为止他这个赛会是已经从昨天到今天已经累积了5面的金牌了。他跟那个台北市林荣虎一样林荣虎在去年也是一样，100、200、400、800、1500全球铁饼标枪，就参加了8个项目，全部都拿金牌，真的是金库。那我们现在画面上来看到的是肢体障碍男子组400公尺 T54级的决赛。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那么刚刚我们这里面就有看到林荣虎他除了全球在比赛，那也来回到这边参加400公尺的一个比赛。那大会纪录也是由他保持的。林荣虎是在第4赛道，第3赛道的是桃园市的邱启文，那第5赛道是新北市的吕峰和。第6赛道是桃园市的选手温吉成。T255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倒次的介绍54级决赛。倒次介绍：第3道桃园市邱启文，第4道台北市林荣福，第5道新北市吕峰和，第6道桃园市温吉成。
第7道彰化县陈义成，第8道嘉义县陈善车。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台北市林荣福选手保持57秒65的成绩。6位选手就位。强上起跑，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T 54级的决赛，6位选手已经正式的往前开始推进。马上一个转弯就全部领先了。焦点就在台北市选手林荣福的身上哦。刚刚也提到他的全国纪录跟大会纪录57秒65，他有没有办法来突破自己？来看一下他的速度是真的非常的快哦，领先拉的幅度蛮大的。台北市林荣福选手也在这一次的要进入到第2个弯道。接下来就看看回到最后直线的冲刺有没有办法维持住他的速度。目前领先的林荣福以及桃园市的温基成，55秒，还稍微有一点距离。哇，可能要突破纪录稍微有一点困难，不过金牌是顺利到手，1分0秒16。那么温基成表现也不错，桃园市的温基成。以及新北市的李丰和，就还可以看到选手们通过终点线之后，每一个人都是气喘吁吁哦。这边看到的是桃园市的选手邱启文也通过了终点。决赛再看场地。那也要恭喜林荣福，在这个项目是再收下了一面金牌。所以我刚才提到了，他在去年参加的从100到1500全部都拿冠军，然后在三铁、全球铁饼标枪也都拿冠军。我这边也可以顺便跟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这个很多民众、很多朋友其实都喜欢把这个铁人三项说成三铁，但其实真正的三铁应该是田径里面我们所看到的铅球、标枪跟铁饼，这个才是传统的三铁。我们称为三铁，但是现在铁人三项大家也讲三铁。铁人三项其实应该这个简称为铁人会比较好一点。好，画面回到跳远的赛场上，来看一下，现在是男子 T42、T44、T46 3个级别同时在进行的赛事。好，现在已经来到了第6跳。T42、T44、T46。接下来是金门县的卢春锦，他是 T44级。哎呦，哇，脚步上有一点没有算好。
要起跳的瞬间，感觉可能是有一点迟疑了，最后没有跳出去。其实他可以直接过去，他往裁判这边跑，其实他直接就跑进去就可以了。对。那卢春锦前面最好的成绩是3公尺28。那么接下来，詹祥青。詹祥青，他是在 T46级。那他前面最好的成绩是3公尺05。他还是台中市的梁家昌。梁家昌前面最好的成绩是3公尺50。10跳成功，看看他第6跳的成绩如何。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往前。接下来是台中市林佳妍。哇，这次的距离也相当的不错。对，他们就没有像刚才疏掉，现在就有按照前面3次的成绩来做排序。那林佳妍前面的最好成绩又是前一跳第5跳的时候跳出来的4公尺30。哇，其实看一下前面5跳的这个风向有时顺风，有时逆风。所以对跳远选手来讲，其实掌握那个当下的机运，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对。所以有时候当教练有时候就会跟选手，现在顺风了，你就准备跳。好，那现在因为正在场地整理的关系，那我们这时候也要请观众朋友们，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比赛回来的时候，马上回到直播。
好，欢迎回到比赛的现场，来看到的是113年全障运田径第二天赛程肢体障碍女子组铁饼 F55级的赛事。因为在这个轮椅组选手来到直部的时候，因为他们在上下这个固定台的这个便利性的问题所以并不会像我们一般看到直部的赛事，它会轮流来进行试职，而是会让选手一次把这个6次的试职通通进行完毕，然后再换下一位。那所以前面有提到这个陈玉莲她的成绩8公尺86，那现在是已经先确定没有办法拿到金牌了，因为前面台中市的选手张芷玲是以10公尺62的成绩，目前是暂时领先。那目前画面上现在看到的是云林县的选手林淑英。那在林淑英的6次试职完之后，目前还有2位选手还没有出赛，所以是要等所有7位的选手都进行完6次的试职之后，再来看成绩的比较。今天上午的转播中也有稍微提到田径的分级。在身心障碍的比赛里面是会有专业的医生，还有这个体位分级师为选手们进行体位的这个评估跟分级根据每一个人的障碍的类别还有程度的不同，为他们分在最适合的组别里面。后3次决赛的比赛。那田径的分级，如果是后面的数字是51到57级的选手的话，代表他是需要借助轮椅的肢体障碍。好，所以刚看到林淑英在前3次的试职最好的成绩是第3次试职的7公尺22。好，对裁判的这个丈量方式也跟这个一般的赛事、其他的赛事的不太一样刚看到是3次的试职完之后，经过每一次先插这个小旗帜，那最后再来一次进行3次试职的丈量。第5次的试职，裁判举起了红旗。他在投掷的时候，这个不能上来，胯部，对他臀部的位置，对，所以为什么要把他请来，尽量帮他们固定，所以裁判会在后面看。等于在臀部的位置是必须要紧紧贴着对这个椅子的。你看看他准备出手，裁判就在那边盯着，等于是完全依赖上肢的力量。好，所以后3职同样有1次是没有成绩，那就看看第4次跟第6次的这个试职的成绩丈量出来如何。好，那在换场跟丈量的同时，我们稍后也要把镜头转向竞赛。今天现场其实是有蛮多的观众跟媒体朋友前来看今年的全障运。就像我们前面有提到的，真的是希望民众能够多多的进场来为我们的选手加油。所有的选手都一样，不管他是
哪方面的障碍让他跟一般人可能有一些生理的一些机能运动的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只要有人为他加油，其实都还是会有这个肾上腺素的激发。那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方振宇选手如果有关注东京帕运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想说，他不是羽球选手吗？其实方振宇选手他平常专项确实是羽球，但是在这个国内的赛事他是双栖到田径。所以他其实最近自己也在社群媒体上有发现实动态去分享说，这是他2年一度的这个双栖时刻要来到田径赛场上，尽可能的帮助台南市来争取好成绩。那么同样这一次比较方便的是轮椅网球，刚好也有比田径的，那非常方便。场地其实就在旁边而已。对。像那个林荣虎他们几个有的都是轮椅网球。稍后要来进行的是男子 T46级400公尺的决赛。竞赛项目进行到第T256场次，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46级决赛。本项比赛共3位选手参加，到次介绍：第3道台南市方振宇，第4道台北市杨正龙，第5道新竹县詹祥清。大会纪录及全国纪录是由台南市方振宇选手保持58秒的成绩。第3道的台南市选手方振宇，过去所缔造的58秒是目前的全国兼大会纪录。3位选手已经就位，马上来看到肢体障碍男子400公尺 T46级的决赛。枪响起跑，来看一下3位选手的表现。方振宇虽然在最内侧，但是现在加速度非常快，在第一个弯道就已经超过了旁边的2位选手，已经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大会纪录保持者真的不简单那么他在昨天的100公尺以后的冠军，其实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对方振宇选手来讲，虽然自己平时的专项是羽球，但是毕竟在这个要训练的过程中，跑步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在国内的赛事就可以来双栖，来到田径赛场上，还回头看了一下对手，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从容双栖选手还是蛮吃香的他在昨天的100就已经拿冠军了。来看一下秒数的部分有没有办法突破他自己的记录，其实非常的接近，稍微差了一点点，1分01秒79。感觉对方振宇选手来讲也没有刻意想要去拼记录所以是一个比较从容的方式，确定拿到金牌就好。因为像他明天还会再比200的话，他就有时候我反正比赛，我如果没办法破我自己的记录，我就冠军就可以。反而是在整个体能的调配上可以好好的来做调整。方振宇现在25岁，羽球的衣服出来了，对，马上就露出了自己的老本行他只是把这个套上来。其实方振宇在去年2023年也真的是参加了非常多的国际赛事。那在这个身障羽球的一些锦标赛跟运动会里面，其实表现都是蛮突出的。所以也希望他不管是羽球或是在田径的部分都能够继续的精进，那也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关注跟支持他我相信他也会是我们接下来在身障运动进入到国际赛事的这个国际舞台很重要的一员跟杨振龙选手其实也非常的熟识，2个人从赛前就已经互相的寒暄。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听障女子组400公尺的决赛。那因为赛制的关系，目前场地还在稍微的做整理，要稍微等待一下。那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前面在跳远赛事最终的成绩。
在跳远的部分肢体障碍男子的 T46 级，最后是由台北市的选手杨振龙以4公尺47来拿到了金牌。那在 T44级别的跳远赛事呢，则是同样由台北市的选手，是由蔡聪伟以3公尺44的成绩收下金牌。那另外在 T42层级的赛事的跳远赛事里面，是由台南市的选手陈家祥1公尺06的成绩来封王。那目前在女子铁饼 F55级的赛事现在还是由台中市的张芷玲10公尺62的成绩是占据第一。不过接下来要轮到云林县的陈碧芳还有嘉义县的陈白莲2位选手要来登场，看看他们有没有办法超过他的成绩。稍后要来进行的是女子听障组的赛事哦。那这边也跟大家再次的来预告一下今年的夏天今年的7月，在台北我们是要来进行要来承办世界的听障世锦赛。听障的世锦赛包括成人组的跟青年层级的都会是在台北来进行。所以到时候观众朋友们在北部的朋友都可以多多的进场来为我们的选手加油。那听障运动其实在整个身心障碍里的运动的范畴里面是属于比较特别的一类那我们知道帕运会上其实是没有听障的选手的，虽然说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身障视障类别的选手，但是并没有听障选手。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也就是听障选手他们有自己的奥运会。对，他自己听障协会，他自己成立一个协会。对，那他们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叫听障奥运，但是其实以比较正规的名称来称呼的话，应该要叫达夫林匹克运动会。那它是用音译的方式来命名的，就是Deaflympics 的方式来命名。那这个运动会其实应该说这整个从世界的协会总会的承办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早。那全球最早举行的身心障碍类运动会，其实就是1924年在法国巴黎进行的第一届的Deaflympics。那其实1924年只比第一届的现代奥运，我们说的现代夏季奥运晚了28年而已，所以其实它的历史是可以回溯到非常久远之前。那2022年的时候进行的第24届 Deaflympics 在巴西进行的赛事台湾的选手是获得了3面的金牌、13面的银牌和14面铜牌的好成绩。那其中也包括了我们前面有提到的100公尺跨栏金牌选手许乐。那许乐真的是相当励志的一位选手因为他不只是在听障身心障碍层级的赛事来出赛，只是在一般层级的赛事他都是相当有竞争力的。那去年他也参加了世大运，到成都去比了世大运。那对他来讲，能够跟世界顶尖的大学生们在同一个舞台来竞技，他也是觉得非常的自我激励，而且也很开心能够让自己的程度再继续的提升。上午的转播中其实有稍微提到，在听障的赛事当中，尤其是在竞赛的部分，其实通常会透过视觉辅助系统来帮助选手们辨别什么时候开始比赛。上午的画面也有透过几个不同的角度有看到，其实在选手的右前方是会有一个灯号，那它会有红色跟绿色的区别，去让选手知道说什么时候开始。好，现在画面上带到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视觉辅助系统的灯号。那因为对听障选手来讲，要听鸣枪声，并不是每一个选手都能够很快的反应过来，有些选手可能会比较晚才听到所以透过视觉的一个辅助，让他们在起跑上能够是比较顺畅一点的。
好，所以稍后要来进行的听障女子400公尺决赛只会有3位选手。好，那比较可惜的是，我们刚提到的这个台中市的选手许乐，好，最后可能还是因为伤势的关系，今天是没有来出赛。鸣枪起跑，在第3赛道的是屏东县的选手戴银轩哦。不过刚看到在起跑上要重来一次哦，应该是在第5赛道台南市的林嘉文，哦，快了一些。好，我们的全国纪录是由那个陈安凤所保持的哈。当年2009年我们办听障奥运的时候，他是大会的那么审判委员，我那时候就升起来当审判委员哈。竞赛项目。那我们现在田径是用仲裁委员这个名义哦，因为审判好像有审判人家用仲裁，就是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来做裁决。到此介绍。第3道刚刚的这个起跑是不是只是先测试？对，好，让3位选手先稍微感受一下。好，所以现在才要来进行道次的介绍。第5道台南市林嘉文。不过刚才的测试3个选手都反应都可以了，保持1分03秒09的成绩。全国纪录是由陈兰凤保持1分02秒80的成绩。好，3位选手分别是屏东县的戴银轩、苗栗县的陈文义和台南市的林嘉文。想想起跑来看一下3位选手的反应。感觉上林嘉文好像听障没有那么重，所以他感觉上他的反应比其他2位选手还要稍微快一些哦。来看看选手们过了第1个弯道之后，现在仍然是由最外侧的林嘉文保持在前头，配速上看起来都还是蛮稳定、蛮轻松的。准备要进入第2个弯道。台南市选手林嘉文，配速跟换气上目前看起来都还是相当的从容。过了第2个弯道之后，就要进入最后的直线。大概在70秒左右。女子400公尺决赛，专属领先的是台南市。最后直线的冲刺和最后抵达终点的时间。好，林嘉文顺利的通过终点，收下金牌，初步成绩是1分14秒75。第2位通过终点的是苗栗县的选手陈文义。那刚提到的这个台中市的选手许乐，原本是在社群媒体上说，因为他今年这个3月在青年杯预赛的时候的这个伤势，那原本今年的全障运他是打算参加400、800跟1500，但可能还是根据他比较现在去评估这个身体的状况来选择到底要出赛哪一些项目，所以今天在400的部分就没有看到他来出赛。如果以这种情况的话，应该他在昨天1500公尺跑完之后，感觉上并不是很好，所以他今天就连400也没有参加。以往他还会参加跳高、跳远这一些。那栏架更不用讲。对。那许乐其实在接触田径之后，在国中开始接触田径之后，一开始也是在短跑的项目努力不过后来也是发现，因为听障的关系所以他对于这个
风鸣器的这个反应会稍微比其他选手慢一点，所以后来在教练的建议之下，才开始专攻转练这个跨栏的部分哦。毕竟跨栏还是有这个过栏架的技术，可以稍微的去弥补他的这个起跑稍微比人家慢一点这个劣势。对，他的教练在国中，他的教练对他真的非常的用心从国中、高中一直带到现在大县。战区第6的是宜兰县许银雪6公尺39，战区第5云林县林淑英7公尺53，战区第4新北市巩立香8公尺64，战区第3云林县陈碧文8公尺64，战区第2台北市陈玉莲8公尺86。目前暂时领先是台中市张子琳以10公尺62成绩优于其他选手。刚刚现场在报告的就是在铁饼的部分，目前在女子铁饼 F55级的决赛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位陈白莲选手要来登场。领先的还是由台中市的张芷玲10公尺62维持着领先的优势。好，那稍后要继续在竞赛场上来进行的是听障男子组400公尺的决赛。总共是有8位的选手。这是经过我们今天早上预赛的时候有报告那么梁子琪跟梁佑琪2个兄弟，那在预赛的时候当然是以梁子琪的55秒32比较好。那高雄市的朱进轴目前排在第6道，如果以实力来讲，应该是朱进轴会获得冠军。但是比赛要整个比完才知道结果。因为毕竟在早上的预赛的时候，有些选手是只要确保有晋级就好，并没有当下就把全力都用出来。那如果以上午的预赛成绩来看的话，跑得最好的是刚刚教练提到的梁子琪55秒32。那接下来是稍后会在第5赛道来登场桃园市的选手陈维凯57秒19。那再来是第6赛道高雄市的选手朱俊哲57秒99。其实早上的预赛选手们的成绩是都还蛮相近的，所以等一下还是要来看一下决赛现在选手们的身体状态如何。今年夏天7月14到7月16号在台北市会来进行2024年的世界听障青年田径锦标赛。那接着在7月17到23号会继续来进行2024年的世界听障田径锦标赛。上上来看一下在听障男子组400公尺决赛，选手们应该也要先来测试一下起跑。起跑了，我犯规了这个应该是练习。也没有，这个是正规的比赛。正规。因为这个是比较轻一点，他们听障。看一下旁边的视觉辅助器，这个灯号等一下会不会亮起？
这确实是练习，还不是正式的，还不是正式的。对，所以透过这个风鸣器还有视觉辅助系统两个一起来进行的方式，那先让听障的选手们先稍微适应一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赛事都会有这个视觉辅助器，所以其实对选手来讲，可能一些适应的这个当下反应能力上，都还是要稍微的调整一下。好，所以现场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负责听障的裁判老师们也是很积极的在跟所有的选手确认说，知不知道等一下的这个开始的方式哦。所以包括像刚刚前面女子组400公尺的决赛一样，前面也是让3位选手先稍微进行过一次起跑的测试。听觉障碍男子400公尺决赛，现在要来进行倒次的介绍。参加，取5名来进行颁奖。倒次介绍：第1道金门县杨天比，第2道桃园市黄国强，第3道桃园市李逢伟，第4道新北市梁子琪，第5道桃园市陈维凯，第6道高雄市朱俊哲，第7道台南市陈志龙，第8道新北市梁佑琪。大会纪录是由台中市林正贤所保持51秒16的成绩，全国纪录一样也是由林正贤选手保持50秒70的成绩。进行完了倒次介绍，马上就要来看到听障男子400公尺的决赛。8位选手们已经就位，视觉辅助系统的灯也已经亮起。向上起跑，来看一下8位选手们的表现。加油！这其中有几位好手，也都是我们7月份。最外侧的是新北市选手梁佑琪。我来看一下中间。中间就是目前就是朱俊哲跟梁子琪，也就是第6道高雄市及第4道新北市。好，现在感觉梁子琪的速度又再更快了一些，已经超越了朱俊哲。两个兄弟还不错哎。好，梁子琪现在来到了领先的位置，而且已经进入到最后的直线冲刺。来看一下时间上有没有机会？不错哦，48秒，有没有机会来突破纪录？稍微差一点点，最后的成绩53秒78。哇，53秒78，新北市的选手梁子琪。本来以为是朱俊哲会跑得很好。梁子琪不错，两个兄弟这样。好，恭喜梁子琪在听障男子400公尺的决赛来收下金牌。弟弟跑太快了，前面冲太快了。后面的配速上感觉稍微比较吃力一点。前面冲太快了。梁子琪的配速倒是蛮稳定的，很稳定。因为他前面没有目标，他就这样跑。对选手来讲，其实在不同的这个赛道出发，有的时候身体的感觉还是会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对竞赛的选手来讲身前有没有其他
就是可以追随的目标，其实这个是感受跟当下的这个激发的能力，有的时候也会不太一样。那今天一整天的赛事哦，田径的赛事其实从早上一直进行到下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选手都有很精彩的表现。今天是本届113年全障运田径赛事的第2天，那接下来在明天还有后天都还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赛事哦。今天的比赛当中，教练有觉得哪一场比赛对你来说可能觉得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觉得选手特别值得鼓励的吗？我想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几位比较年轻的好手已经冒出来，那对我们整个运动会来讲是会提升整个水准，所以我想这次看到相当那么青年的好手都跑出来了，这值得非常鼓励的一件事情。没错，其实可以看到更多年轻的选手冒出头，也代表说我们在整个身心障碍运动方面的发展现在是有更向下去扎根。那也希望在接下来明天还有后天还要继续来出赛的选手们都能够有好的表现在比赛中如期的来发挥。那么今天的田径赛事的转播到这边也差不多告一个段落明天在5月27号早上的9点钟，我们一样会继续透过 HubSports 的 YouTube 频道为您带来精彩的田径赛事直播，也请大家继续来锁定哦。非常谢谢傅辅教练今天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讲解。我是今天的主播蔡怡景，和我们台雅的直播团队在这边先跟您说一声感谢收看，我们在明天的直播再见喽，拜拜。好，我们也欢迎2013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在南投。5月25号到28号，欢迎全国优秀选手一起来，乐在南投。